西汉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作为王室外戚中起点最低的王莽，又是如何篡位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西汉灭亡及王莽建立新朝。公元前1年，在位仅仅6年的汉哀帝刘欣驾崩，得知消息的王政君迅速地赶来未央宫，他部属王氏家族的子弟们控制朝堂，然后就去找传国玉玺。汉哀帝临终前，将传国玉玺交给了他的男宠大司马董贤。于是王政君就派王弘去威胁董贤，让他交出了传国玉玺。随后王政君就把董贤召来，问他准备如何安排汉哀帝的丧事。董贤不知所措，只能脱下帽子谢罪。王政君便说，王莽之前以大司马的身份处理过先帝的丧事，不如就让王莽去帮你吧。董贤连忙叩头谢恩。之后王政君召来王莽，让他指使大臣弹劾董贤，罪名是汉哀帝卧床生病的时候，董贤没有精心的侍奉皇帝，导致皇帝驾崩。然后禁止董贤出入大司马的府门。第二天，王莽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给董贤下诏，让他交出大司马的印绶，并要求他罢官回家。董贤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之后董贤的父亲和弟弟被迁到了合浦，也就是今天广西省的浦北县，母亲则被送回故乡巨鹿，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西南。董贤的家产也全部变卖，共卖了43万钱。处理完董贤，接着就是汉哀帝刘欣的其他亲人。赵飞燕和傅皇后被贬为庶人，让他们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两人接诏的当天就一同自杀了。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已经去世，王莽上书说，他们安葬的礼仪不合礼制，需要重新安葬。朝中的大臣们为了迎合王政君的心思，都交纳钱帛或者派遣家人，结果来了10余万人，耗时20多天，掘平了傅太后和丁姬的坟冢。随后傅氏和丁氏两家的外戚也迅速地被铲除。至此，王室外戚再次崛起，无人能敌。王政君下诏让大臣们推举大司马的人选，大臣们都明白意思，纷纷地举荐王莽。于是王莽便再次出任大司马之职。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迎立新的皇帝了。王莽为了能控制朝政，肯定不能找年龄较大的君主，于是当年7月，他迎来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戡，9月初1登基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年幼，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之后大臣们给王政君上奏，表示王莽的功绩与霍光是一样的，享受的封赏也应该和霍光相等。王莽得知后坚决推辞，而大臣们还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则再三推辞。几轮过去后，王莽勉强地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封给他的28000户食邑，他是坚决不肯接受。大臣们对得起王莽，王莽也要对得起大臣们。他向王政君建议，加大对诸侯王、功臣后裔以及在职官员们的封赏，并增加宗庙的礼乐，提高百姓和鳏寡老人的待遇，推行对平民和士大夫的恩惠政策。此举再次博得了朝野上下的好感。他还建议让太后带头过简朴的生活，自己贡献100万钱，30顷田，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且遭受蝗灾，受灾最严重的是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的带头下，230多名官员和富商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和住宅救济灾民，并在长安城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宅。灾情过后，就有大臣上书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公元3年，王莽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可汉平帝大婚，王莽却禁止他的母亲卫姬前来长安，卫姬思念儿子，日夜哭泣。王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入朝，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他勒令汉平帝的母亲卫姬、舅舅卫宝和卫玄只能留在中山国，不准进京。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等汉平帝长大后会怨恨报复，极力地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于是王宇就与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后，决定用迷信的方法让王莽改变主意。到了夜里，吕宽拿着血酒准备洒在王莽住宅的大门上，
想以此为意象劝说王莽。结果吕宽在撒血酒的时候被当场抓获，他们的密谋也就败露了。王莽得知后大怒，下令将自己的儿子王宇投入监狱，然后毒死。儿媳妇因为怀有身孕，王莽等他生下小孩后再将其杀害。这是王莽大义灭亲所除掉的第二个亲生儿子。然后他借此机会清除异己，包括魏氏外戚、汉元帝刘氏的妹妹敬武公主、汉文帝刘恒的九世孙刘立、王莽的堂兄王仁等数百人被杀。王莽还借此美化自己，以训诫子孙为名，作书8篇。接着就有人上奏，要求把王莽的这8篇文章分发到各地，让官吏和百姓们学习，并把他的8书列为和《孝经》一样的经典。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吏凡是能够背诵他写的8书，都可以优先升官。公元4年，王莽的长女王晏正式被册封为皇后。2年后，汉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年仅15岁，之后被葬于康陵。康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7.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大寨村。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的。之后，王莽就要重新在宗族子弟里再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他当然不愿意迎立年长的君主，最后挑选的是年仅2岁的刘英。而且他并没有立刘英为皇帝，而是将他立为了皇太子。不多时，有人上报说，在武功县的井里挖出了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去禀告王政君，王政君明白了王莽的意思，只能无奈地答应，让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至此，他不是皇帝，但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刘氏宗族的强烈不满。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和封国宰相张绍密谋后，决定起兵造反。他们只带了100多人去攻打宛县，结果没过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了。随后，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了刘病已的曾孙刘信为皇帝，起兵反抗王莽。起兵之前，他还联络了其他的刘姓宗族共举义旗，包括都尉刘宇、武平侯刘皇以及东平王刘匡等人。9月，翟义自称汉朝的大司马，正式起兵。当大军抵达山阳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金乡县附近的时候，反叛大军已有10余万人了。王莽惊慌失措，连忙召集群臣商议。他任命了7位将领率军去平叛翟义，同时又任命了3位将领，分别去镇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县。只要能守住这3个地方，叛军就无法进入关中，长安城就是安全的。然而，大军出发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叛乱。赵鹏和霍弘率领的反叛军迅速地拿下了长安城附近的23个县，正向长安城攻来。焦头烂额的王莽只能派魏魏和大鸿胪率兵出城去迎击赵鹏的叛军，同时让骑都尉驻防长安城的北门，城门校尉驻守长安城的南门。王莽则抱着3岁的皇太子刘英，率领百官，每天都跑到皇家的祖庙去祈祷。然而很快，前方就传来战报，汉朝大军行进到陈留郡的时候，与翟义率领的反叛军遭遇，并一举击败了对方。翟义被捕后被五马分尸，刘信则逃亡而去，不知踪迹。随后，汉朝大军调转方向，向关中的赵鹏和霍弘的反叛军杀来，这支反叛军也迅速地瓦解了。就这样，短短的2个月，汉军就消灭了各地的反叛，各郡县又恢复了平静。如此顺利的平叛，让王莽自信了起来，更加坚定了他的篡汉之心。公元8年的11月25日，王莽来到汉高祖刘邦的庙前祭祀，然后举行了皇帝的加冕礼。12月1日，王莽正式接受了刘英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长安，新朝建立。这一年，王莽54岁。随后，他就派王顺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王政君怒骂道：“你们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代享受富贵，现在却要在托孤之时夺取江山，真是猪狗不如啊！既然你们认为是得了天命，成为了新皇帝，那就自己重新再做个玉玺，何必还要这亡国的玉玺呢？”说罢，痛哭流涕。王顺虽然也感到悲哀，但过了一阵，他还是诚恳地说道：“王莽肯定是要拿到传国玉玺的，
太皇太后你还能到死都不拿出来吗？王政君知道王莽是在威胁他，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传国玉玺取出，恶狠狠地扔在了地面上。从此传国玉玺的翅就碎了一角。王顺赶紧去捡起，准备送给王莽。这时王政君又说，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王氏家族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恐怕离灭族也不远了。至此西汉王朝正式灭亡。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开始，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大帝、昭宣之治，自从汉元帝刘氏即位后，皇权开始旁落，外戚专权则愈演愈烈，西汉王朝便逐渐走向了衰亡。西汉王朝一共传了12位皇帝，历时210年，最终走到了尽头。而中国历史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新朝。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土地买卖，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等一系列的改革，真的是从现代学过去的吗？为什么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穿越者王莽的改革内容。公元9年，54岁的王莽废掉孺子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紧接着他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信奉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只有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他要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的治国理念。首先他改换了朝廷机构的名称，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将大理改为坐事，太常改为至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他还按照周制封了5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接着他要更改地名，有些地名已经叫了上百年，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但王莽必须要改成古名。然而他的改名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这个名字，明天又换成了另一个名字，导致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住的地方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官吏都搞不清楚，国家下发到各地的公文必须在新地名的后面添加上大量的旧名注解才能送达。接着他进行了土地改革。西汉时期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于是豪强和贵族就大量囤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导致有钱人的土地接连无边，没钱的人却无力追之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推行了王田制。他将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又给改了回去。王田制规定，一家之中有8口男丁的，可封给1井，也就是900亩耕地。如果男丁不足8口，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则必须将多出来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之中没有土地的人。同时他将奴隶和婢女改称为私属，也不得自由买卖。然而他的这项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有些地主和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虚听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的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原来追随王莽的部分朝廷大臣也提出异议，朝野之上一片反对之声，使他的这项政策根本就无法推行下去。不但地主不满，连奴婢和农民也不满。原因是原本那些无地的农民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可现在奴隶不让自由买卖，而答应要封给他们的土地又封不到手上，最后是想当农民没有土地，想当奴隶又没人买，只能都变成了流民。就这样，公元11年，王莽只能被迫宣布取消王田和私属制度，实行了3年多的土地改革，宣告失败。他的这次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第三，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当时有一个名叫贡禹的大儒游说王莽，说货币就是祸害，
因为有了货币，才让人有了攀比之心，有了物质的欲望。上古3代没有货币，却天下太平，因此建议废除货币。另一个名叫施丹的大儒，则建议恢复到以前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贝壳代替货币。结合他们的建议，王莽开始了他的4次货币改革。西汉时期普遍使用的是5铢钱，他第一次的改革是在5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契刀和错刀，规定一个大钱可以兑换50个5铢钱，一个契刀则兑换500个，一个错刀兑换5000个。但是一个大钱的分量只相当于2.5个5铢钱，因此他是要拿着这个相当于2.5个5铢钱的大钱，要跟民众换回50个5铢钱。民众当然不愿意，于是王莽就进行第2次改革。这次他将契刀和错刀作废，同时连5铢钱也给作废了，发明了一种1铢的小钱。这样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重为1铢的小钱和重为12铢的大钱。可问题是，大钱和小钱的分量比是12:1，而价值却是50:1。于是聪明的民众就纷纷地把小钱熔铸成大钱，导致市场上只有大钱而没有小钱。王莽发现这样不行，只能将大钱和小钱都作废，又新发明了6类货币，分别叫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龟壳、贝壳、布匹。6种货币又被王莽分为28个品级，不同货币和不同品级之间又规定了不同的换算比例。一方面，在这些币种中，像龟币和贝币这些古老的货币，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使用了，民众根本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货币的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民众根本就算不清楚，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然在暗地里使用着5铢钱。为了推行新的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自铸币，甚至只要发现民间藏有铜和碳者，就被指控为私铸货币，发现1家盗铸的，5家跟着连坐。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1年后，王莽被迫废除了这28种货币，换成了货权和货布。货权重5铢，货布重25铢，应该是相差5倍。然而他却规定1货布可兑换25货权，成为了25倍。货币价值比例的不合理，导致这次货币制度更加的混乱，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立。米价更是高达每担1万钱，甚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在此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第4，他建立贷款制度以及平衡物价的政策。为了平衡物价，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分别设立了5军司事和前府官。5军司事负责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对物价做出评估并公布。当商品的销售价格高于官府公布的价格时，官府可按照标准价格出售商品，促使市场价格回归到标准价格。当商品价格低于官府标准价格时，人民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在标准定价的过程中，却给官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而且这些民财还没有进入国库，大多都进入了私人的腰包。王莽还推行了一项贷款政策，民众要是缺钱，可以向官府申请贷款，如果是因为婚丧嫁娶，则不收取利息，除此之外，每月的利息是3%。然而还是同样的问题，王莽的初衷是好的，可具体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本来是婚丧嫁娶的贷款，却被地方官收取了利息；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要求贷款，最终导致民众雪上加霜。纵观王莽以上的改革内容，即使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政策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是近代才开始实行的。于是有人就给王莽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他所实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也就成为了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佐证。事实上，如果硬要说他是穿越者，也不应该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而应该是从西周穿越过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这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得罪了贵族和地主，奴隶改革得罪了没有出路的农民，货币改革得罪了市民，
对经济的干预又得罪了大批的商人，妥妥的成为了全民的公敌。当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使诸侯、公卿以及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到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最后，由于改革不切合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廷的朝令夕改，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贵族以及平民的不满，各地纷纷起来反抗，为新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按理说，王莽的新朝刚刚建立，应该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特别是匈奴。然而，王莽对待匈奴的策略却极为奇葩，与其他附庸国的相处也如同儿戏。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与新朝反目，王莽出兵匈奴。公元9年秋天，王莽派出6名使者前往匈奴，一方面是宣布新朝已经取代了汉朝，另一方面是收回汉朝颁发给匈奴单于的旧印，换上新朝颁发的新印。匈奴和汉朝打了200多年的仗，直到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昭君出塞，才换来了50多年的和平。此时，匈奴已经归附中原，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庸国。汉朝将匈奴的单于封为王，并颁发给他们印绶。王莽称帝后，对匈奴也要进行改革。他认为汉朝的封爵只有王和侯2级是很不合理的，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5级爵位制，即公、侯、伯、子、男。因此，王莽下诏，按照周朝的封爵制度，将汉朝的诸侯王改为伯爵，而匈奴等附属国的国君则通通改为侯爵。之前，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颁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则刻的是匈奴单于章。虽然只有1字之差，可意义却大不相同。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降低了匈奴单于的身份。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后，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使者。在宴会上，使者趁单于喝醉的时候，让单于交出旧印，给换上了新印。宴会结束后，使者回到住所，内心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单于发现印信不对后，不肯善罢甘休，再派人来要回旧印。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将旧印当场给砸碎，即使单于来要，也要不到了。第2天早上，单于醒来后，果然发现了印信的猫腻，马上派人来要回汉朝的旧印。当他得知旧印已毁后，非常的气愤。于是他修书一封，让汉朝使者带给王莽，希望王莽能批准他继续使用旧印。就这样，汉朝使者完成任务，回到了长安。王莽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下诏对他们进行了奖赏。或许王莽认为他已经搞定了匈奴，可事实上，因为这次印章的事件，新朝和匈奴的和平关系再次走到了尽头。之前，汉朝对匈奴的要求是，有4种人匈奴不得接纳，分别是汉人、乌孙人、乌桓人，以及汉朝给予封爵了的西域诸国人。此事过后，乌桓人见汉朝对匈奴降了级，便不再给匈奴进贡。匈奴多次派人催交，乌桓人依然不可进贡，于是匈奴便派兵攻入乌桓，并将国王及高官都绑回了匈奴扣押。新朝出面协调，让匈奴人将乌桓王给送回去，匈奴表面上答应了，可其实他们派了1万名骑兵，以护送乌桓的俘虏为名，在朔方郡的边塞外开始构筑工事，新朝和匈奴的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再来看西域诸国，王莽派使者前往西域，结果西域诸国也不再忠于新朝，居师国有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背叛新朝，逃往了匈奴，结果匈奴竟然全部都给接收了。接着，驻扎在西域的4个新朝高级将领杀死校尉后，率领2000人也逃入了匈奴，匈奴也全都给接收了。然后，匈奴就趁机进入西域，打算彻底切断新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至此，由印绶更换所引发的矛盾就彻底无法调和了。公元9年12月，王莽下诏准备征伐匈奴。他派将军孙建率领12位将领，分6路挺进匈奴。其中，诸河兵团和讨会兵团出渔阳郡，镇武兵团和平敌兵团出代郡，雁南兵团和镇敌兵团出云中郡，武威兵团和虎贲兵团出五原郡，
湘威兵团和镇远兵团出西河郡，奋武兵团和定湖兵团出张掖郡，共计30万人。为了保障后勤，他从长江及淮河流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棉衣、武器、粮食、马草等物资，并且他让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暂时驻扎，等候后进的部队，等到所有部队都集合完毕，方可开战。战争胜利后，他计划将匈奴分成15个小国，扶持新的傀儡单于。然而，如此壮观的战争部署以及美好的设想，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让人啼笑皆非。直到公元11年，经过了1年多的调度，大军竟然还没有集结完毕。提前到达边塞的将士们已经无所事事地等待了1年多，而后面的部队却还在陆续地往来赶着，战争也就一直没有开打。在此期间，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云中郡，去引诱匈奴人。最终，呼韩邪单于的3个儿子被王莽收买，来到了长安。接着，王莽就对外宣布，将呼韩邪单于的2个儿子，一个封为孝单于，一个封为顺单于。消息一出，乌珠刘若低单于更加的气愤，立即派出铁骑向云中郡发起攻击，砍杀了众多的边塞官吏和百姓。接着，他又命令左右都尉以及各路骑兵对新朝的所有边塞一起发起攻击，斩杀了雁门郡太守和朔方郡太守，汉朝百姓死伤无数，无数畜牧被匈奴兵抢走。然而，面对匈奴兵的疯狂袭击，新朝的军队却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烧杀抢掠。只因王莽曾下令，大军没有集结完毕之前，任何人不许出战。驻守渔阳郡的严尤给王莽上书，请求率军深入匈奴腹地，狠狠地打击匈奴，却没有等来王莽的答复。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汇集到边塞的部队越来越多，导致边塞的粮食压力也越来越大。士兵们吃不饱，就开始无事生非，骚扰边塞的边民，边民忍受不了，纷纷逃亡。与此同时，后方各郡的百姓也苦不堪言，为了供应前方将士们的粮草和兵源，各郡都在抓壮丁、催粮税。交不出税的人越来越多，被逼无奈之下，很多穷苦的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安营扎寨，当起了强盗。更让王莽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封的孝单于竟然还给逃跑了。王莽得知后非常气愤，将孝单于的儿子推出去给斩了。这时，坏消息不断地传来，西南夷也因为不满王莽降低了他们的爵位，起兵造反。高句丽本来就对王莽给他们改名为夏勾离而不满，后来王莽还征召他们去攻打匈奴，于是高句丽也起兵造反了。最后，连西域诸国也都反了。至此，1年多的时间里，王莽和匈奴还没正式开战呢，就已经内失民心，外侮盟友了。汉朝200多年打下的辉煌邦交，就此毁在了王莽的手里。严尤将军再次上书劝告，可王莽依然不听。正在这时，匈奴却派出使者想和新朝和亲。提出和亲的单于，并不是乌珠刘若低单于，而是刚刚逃回去的孝单于。原来，孝单于逃回后不久，乌珠刘若低单于就去世了。于是，孝单于便在右谷都侯的支持下，继承了匈奴的大单于。右谷都侯是王昭君的大女婿，他和孝单于做了一笔交易。他支持孝单于的前提是，孝单于必须跟新朝和亲。这对于王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和亲成功，就不用再和匈奴开战了。然而，当匈奴使者告诉王莽，和亲的前提是新朝要将孝单于的儿子送回匈奴，可他的儿子早已被王莽给砍了。于是王莽决定，趁孝单于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之前，快速地签订和亲协议。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前往匈奴谈判，一面想办法拖住匈奴的使者，不让他们回国报信。就这样，新朝与匈奴终于签订了和亲协议，王莽下令撤军。之后，匈奴的使者也回到了匈奴，孝单于便知道自己被王莽给骗了，自己的儿子也早就被王莽给杀了。可此时也没办法再动兵戈，只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就这样，匈奴的这场风波终于是被王莽给应付过去了。可此时各地民变四起，王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我们下期再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
新朝为什么才短短的10几年就爆发了天下大乱？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是在哪里起义的？刘秀又是如何走上起义的道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及刘秀和刘演举兵。王莽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而且使社会更加的混乱，经济也全面崩溃。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每担数十钱涨到了2000钱。随后，他又兴师动众地讨伐匈奴，使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更加的难以承受。公元11年，黄河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西南决口冲进了洛川故道，然后冲向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在禹城附近脱离了洛川北行，经过山东的临沂和惠民等地，从利津一带注入了大海。这是黄河6次大规模改道的第2次。所到之处，田地被毁，房屋倒塌，百姓生活流离失所，难民无数。然而，此次黄河决口却正好避开了王室的祖坟。王莽家的祖坟位于魏郡的元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大名县。于是，王莽任其决堤，没有积极的组织人前去治理。结果是，大批的农民无法生计，大量的难民得不到安置，没有活路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公元15年，五原郡和代郡的数千人起兵造反。公元17年，瓜田仪在会稽郡，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一带率众起义。同年，琅琊郡的海曲，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的妇女吕母，为了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为将军，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性首领。公元18年，东海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郯城附近，栗子都率众起义。同年，北方出现了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毒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南方，张霸和秦风在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江陵东北起义；杨牧在江夏，也就是今天湖北省云梦起义；王周公在庐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庐江西南起义。这些起义军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2支起义军则分别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赤眉军是琅琊人樊崇在山东莒县率领100余人起义，随后只在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大本营，打击官府，抢粮救灾。为了区别于新朝的军队，他们将眉毛染红，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绿林军是湖北省荆山市三阳镇的王凤和王匡领导的，因为他们隐蔽在荆山市的绿林山中，因此被称为绿林军。公元22年，在绿林山中爆发了瘟疫，绿林军不得已只能走出山林，分成了2支队伍，一支由王常和程丹等人率领，向西进入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州一带，被称为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凤和王匡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被称为新士兵。新士兵攻入随县时，平林人陈穆和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队伍，被称为平林兵。这时，刘演和刘秀兄弟也拉起一支队伍，被称为冲林军。他们与其他起义军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汉朝的宗室子弟。刘秀和刘演是汉高祖刘邦的90孙，出自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这一脉。到他们的父亲刘钦这一辈，只做了个南顿县令的小官。公元前5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的济阳县，他共有兄妹6人，大哥刘演，二哥刘仲，大姐刘皇，还有二姐刘元以及小妹刘伯姬。公元3年，刘金在做南顿县县令的时候因病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都成为了孤儿。无依无靠之下，远在南阳郡蔡阳县的叔父刘良将刘秀接过去抚养，从此刘秀就成为了一名平民。公元14年，刘秀前往长安，进入了太学，他跟随大儒许紫薇学习尚书，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邓禹和朱佑等人。公元19年，刘秀返回了家乡冲陵。此时，各地豪强纷纷起义，他的大哥刘演广结天下豪杰，也准备趁乱起兵。
公元22年，刘演手下的宾客抢劫，被官府追查，刘秀也受到牵连，前往新野的二姐家躲避。为了生存，刘秀以贩卖谷子为生。有一次，他贩卖谷子来到宛县的时候，一个名叫李毅的人请刘秀赴宴。李毅的家族是南阳的豪强望族，他听说了当时流传的图谶是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于是他觉得刘秀是刘氏宗亲，而他刚好姓李，那么这个图谶所说的不就是他们两人吗？于是他便打算联合刘秀一同起事。刘秀也觉得天下已经大乱，百姓难以生存，深思熟虑后便同意了李毅的提议。这一年刘秀28岁，他们把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冲陵。冲陵是刘秀的老家，最早之前的冲陵在湖南省的宁远县，后来改到了南阳郡的白水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枣阳市南。刘秀的大哥刘演早就准备在冲陵起事了，于是他们便一同招兵买马，计划在立秋的当天，各郡都要检阅民兵之际，率兵起义。很快他们就召集到了7、8千人。然而还没等到立秋，他们起事的消息就被泄露了，李氏在长安和宛城的族人都被官兵捕杀，几乎被灭门。逃过灭门之难的李毅，还是与刘演和刘秀在冲陵正式起兵了。但是刘演认为，仅靠他们这几千人是成不了气候的，也很难抵挡住新朝的大军，不如去投靠其他规模较大的起义军。众人同意后，刘演便派人去游说新士兵的王凤及平林兵的陈穆，希望能和他们联合。王凤和陈穆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做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他们计划3支队伍在唐子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枣阳市集合，一起进攻唐子乡。取胜后进攻湖阳县和吉阳县，最后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于是刘演便率兵从冲陵出发，与其他2支队伍会合，联合起来攻下了唐子乡。之后大军便开始进攻湖阳县。湖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湖阳镇，他们又顺利地攻下了湖阳县，并斩杀了湖阳县的县尉。正在高歌猛进的时候，3路大军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生了内讧。最后在刘秀的劝说下，刘演才同意将抢来的财物分给新士兵和平林兵一部分，3方的矛盾才得以解除，再次联合起来进攻吉阳。吉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前高庙乡的张楼村。很快他们就将吉阳城攻破，接着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一路势如破竹，起义军觉得新朝大军也没什么战斗力，认为拿下宛城也并不是件难事。于是起义军便冒着大雾天气向宛城方向进军。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率领着10万大军已经埋伏在了小长安郡，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小长安郡在今天南阳市的南瓦店镇。当他们来到小长安郡时，新朝大军在大雾的掩护下突然发起冲锋，起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四下逃命。见败局已定，刘秀也骑马逃走。在逃跑的途中，他遇到了妹妹刘伯姬，赶紧将她拉上马，继续逃跑。没多久，又看到了姐姐刘元以及她的3个孩子。刘秀让姐姐上马，但刘元拒绝了，他让刘秀带着妹妹赶紧跑，要不然等追兵来了，一个都活不成。刘秀无奈，只能带着妹妹狂飙而去。最终，姐姐刘元和她的3个孩子以及2哥刘仲都在这场战役中丧命了。刘演则将打散的起义兵再度集结起来，退到了吉阳。可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甄宓就率领着10万大军渡过新野境内的黄纯水，向他们追来。而且甄宓渡过黄纯水后，便将上面所有的桥梁全部破坏，切断了自己的退路，目的就是学韩信的背水一战和项羽的破釜沉舟，打算彻底的消灭这支起义军。至此，起义军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正在这时，下江兵的王常率领着5000人来到了宜丘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东南。刘演便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说服王常联合起来抵抗新朝大军。王常认为现在百姓思汉，所以豪杰并起，天下都想恢复汉室，而刘演就是汉室后裔，于是与属下商议后决定投奔刘演。
随着王朝的到来，新士兵以及平民兵都士气大振。刘演分析认为，甄宓采用背水一战的战术是力求决战，所以不能与其正面交战，只能采取智取。甄宓率军追击的时候，将所有的辎重都留在了兰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新野县东边。于是刘演打算去偷袭甄宓的辎重，只要他们辎重被抢，则军心必乱。公元22年12月30日，刘演秘密地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兰乡，于夜里发动突然袭击，缴获了甄宓的所有辎重。公元23年正月初一，按照汉朝的规矩，春天是万物复苏之时，不宜用兵，可刘演却要在这一天向甄宓发起总攻。甄宓没想到刘演会在这一天出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新朝大军大败。最终，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一同被斩杀，2万多新朝大军战死。至此，刘演终于稳定了战局。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面临哪些困局？昆阳之战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讲。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刘秀和刘演都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他们会获得应有的封赏吗？此战中，新莽军队损失惨重，王莽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战争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演被谋杀，王莽惨死于箭台。公元23年6月，王毅大军强攻昆阳城，数日不下，而宛城的守将岑彭由于等不来救兵，城中的粮草告急，甚至出现了人10人的惨状。最终，岑彭献城投降，刘演终于拿下了宛城。3天后，刘秀率领着郾城和定陵的援军，在昆阳城下大破王毅率领的40余万精兵，彻底打垮了新莽大军。通过这2场战役，彻底扭转了战局，不仅让更始政权站稳了脚跟，也让刘演和刘秀兄弟俩一战成名，赢得了超高的威望。然而，如此赫赫战功却并未让他们加官进爵，反而引起了刘玄、王凤、陈穆等人的忌惮，想要除掉刘演。昆阳之战后，更始帝刘玄下诏，让所有的将领都前往宛县，准备召开庆功大会。这场庆功会的主角，一个是打下了宛城的刘演，另一个便是救出了昆阳城的刘秀。可事实上，刘玄等人并不是真的要给他兄弟2人召开庆功会，而是早已密谋好，准备在庆功宴上以刘玄举起玉佩为号，让提前埋伏好的武士直接斩杀刘演。到达宛城后，刘秀就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太对，于是他提醒刘演一定要警惕新士兵与平民兵。可刘演觉得他们向来如此，不仅爱占小便宜，还容易嫉妒，不必过于惊扰。就这样，宴会开始了。宴会上，刘演的舅舅樊洪无意中看到了刘玄藏在衣服里的半块玉，这不由让他想起了鸿门宴。当年项羽打算在鸿门宴上斩杀刘邦，范增的手里也同样拿着半块玉，于是樊洪异常的担心，随时观察着事态的发生。可最后的结果却和鸿门宴一样，刘玄也不知何故，举棋不定之下，最终并没有当场斩杀刘演，刘演总算是逃过了一劫。不久后，刘秀又提醒刘演要注意提防李毅。按理说，刘秀是被李毅说服后才和刘演一起起兵的，他们都属于冲灵军的阵营。可此时的李毅早已暗中投靠了刘玄，并且还给刘玄献上了一条毒计。于是刘玄就按照他的计谋下诏，将勇冠3军的刘季封为抗威将军。刘季是冲灵军的将领，也是刘演的爱将，他接到刘玄给他的封赏后，当场就给拒绝了。然而这正是刘玄想要的结果。刘玄立即以抗命为由，率领数千名士卒前往刘季的驻地，将其拿下，准备斩首。刘演得知后，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就连忙跑过去找刘玄据理力争。结果在李毅的鼓动下，刘玄便将刘演也给逮捕了。随后他便将刘演和刘季一同给诛杀了。当时刘秀正在阜城驻守，即今天的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西。噩耗传来后，刘秀痛心不已，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要返回宛县。众人连忙劝说，你现在回到宛县，不就等同于去送死吗？可刘秀却说，事到如今，跑是跑不了了，反抗也没有胜算，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便是回到宛县请罪。于是他便从阜城回到了宛县。
见到刘玄后，他不但不请邀昆阳之功，而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所以他不为刘演扶丧。而且在酒宴上，刘秀饮食和言笑如同平常，对于刘演的死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悲伤和不满。刘玄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因此不但没有给他治罪，还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后，刘秀在宛县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阴丽华为妻。阴丽华出生于南阳郡新野县一个异常显赫的家族，殷家占有的土地达700余顷，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与分封的诸侯王相比。由于刘秀的二姐家也在新野，所以机缘巧合之下，刘秀便有机会接触到了阴丽华。殷家小姐的美貌给刘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长安求学的时候，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盛大的场面也深深地震撼了刘秀。于是身为太学生的刘秀不禁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那时他还只是个平民，而阴丽华却是个富家千金，身份过于悬殊。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被封为了武信侯，于是他便决定迎娶他的女神阴丽华。这一年，刘秀29岁，阴丽华19岁。新婚之后，刘秀和阴丽华仅仅相处了3个月，刘玄便下诏准备兵分2路，一路直扑武关，目标是挺进长安，另一路则是前往洛阳。刘秀只能将阴丽华送回新野的娘家，便跟随大军一起出征了。远在长安的王莽收到战报后，也立即做出了部署，他一面派王匡去防守洛阳，一面派兵增援武关。然而武关的守将却直接打开了城门，让刘玄的大军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武关，长安城便无险可守了。王莽又立即任命了9位将军，率领3万人前去迎敌，并且把这些将军们的妻儿都接到皇宫里当人质给扣押了起来。结果3万大军一触即溃，其中2位将军战败后自杀，2位跑回了长安城请罪，其余的则全都叛逃了。于是刘玄的大军便顺利地到达了长安城下，准备开始攻城。此时王莽已经无兵可调了，只能将城中的罪犯组织起来，分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出城抵抗。结果刚出城，这支罪犯兵就跑得一干二净了。王莽得知后，在王一等人的护卫下，躲在了建章宫太液池里的建台上。此时跟随他的公卿大夫、宦官、随从等还有1000余人。王毅率军防守城门，不多时部下就死伤殆尽了，不得已他也退到了建台。之后刘玄的大军便从宣平门攻入了长安城。这时王毅的儿子王穆想脱掉官服逃命，被王毅喝住，父子俩就一起守着王莽。随后刘玄的大军便攻入了建台。公元23年9月3日傍晚，跟随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被杀，王莽也被杜吴杀死，校尉龚宾斩下了王莽的首级，数十名士卒分裂了王莽的尸体。后来王莽的头颅被历代的皇室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的时候，由于洛阳的武库失火，导致他的头颅被焚毁。至此新朝正式灭亡，只有一帝，国祚15年。9月底洛阳城也被攻陷，随后刘玄便准备迁都洛阳。他任命刘秀为行司隶校尉，负责修建宫殿、设立官员机构、安置居民以及恢复朝廷制度等工作。刘秀不负使命，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曾经在汉朝为官的人都无不惊呼，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竟然还能再次见到汉朝的威仪。一切安排妥当后，刘玄被迎进了洛阳城。此时刘玄虽然已经称帝了，但是以刘氏宗亲、自封为皇帝的起义军遍地都是，只有将这些起义军全部剿灭，他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此时最紧要的便是要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个重任他本来是要给到刘秀的，结果新士兵王凤的属下朱伟等人却坚决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刘秀在昆阳之战时大放异彩，之后建设洛阳城，刘秀又是首功，如果再让他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那么功劳不就被刘秀一个人给占完了吗？可刘玄的堂兄刘赐却力挺刘秀，他给刘玄建议，如此重任非刘秀不可。最终刘玄听取了刘赐的建议，任命刘秀为行大司马事，
北渡黄河，去拿下尚未归附的所有土地。那么，刘秀北渡黄河后是否顺利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公元23年10月，刘秀被任命为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他只带了几名亲信及数千人前往，而此时的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的势力遍地都是，而且各种势力还错综复杂。因此，他此行并不是率军出征，而是以更始政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去说服和拉拢北方各郡以及各股势力的。刘秀一边走一边考察民情，他废掉了很多王莽的弊政，恢复了西汉的制度，此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各郡县纷纷归附。当他到达叶县，即今天河北省临漳县的时候，邓禹终于追上了刘秀。邓禹是南阳郡新野人，刘秀在长安游学的时候与他共同求学，并且交往甚密。他得知刘秀北渡黄河后，便从南阳跑过来追随。他对刘秀说，刘玄手下的将领皆为庸人，他们志在发财，没有深谋远虑。为今之计，不如延揽四方英雄，建立汉高祖之伟业，以民工的德才，是足以平定天下的。刘秀听后非常高兴，从此之后便让他留在帐中，共同商议大事。随后他们进入了邯郸城。这时，一个名叫耿纯的人求见刘秀，他见刘秀治军有方，当即就献上了马匹和坚帛，以示归附。刘林也前来拜访刘秀。刘林也是汉景帝刘瑾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元曾做过赵王，所以刘林在邯郸城的根基非常深厚。他给刘秀建议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东岸，你只要掘开黄河，那么黄河之水就能将赤眉军彻底淹没。结果刘秀拒绝了他这个荒唐的想法，继续北上真定，即今天河北省的正定县。刘林被刘秀拒绝后非常生气，接着他就在邯郸城里找到了一个名叫王朗的算卦先生，让他冒充汉成帝刘骜的儿子，并说他的真名其实叫刘子瑜。公元23年12月，刘林率领数百名骑兵攻入邯郸城，接收了赵王宫，同时宣布将改名为刘子瑜的王朗立为汉王朝的正统皇帝，接着便向各郡县发布文告。很快，邯郸以北的广大地区都纷纷响应，归顺了王朗。这对于刘秀来说是致命一击。本来他是以大司马的身份来说服和拉拢各郡县归附更始政权的，可现在北方各郡都投靠了王朗，那么刘秀就成为了他们的敌人，要随时面临王朗的绞杀，这对于身处敌境的刘秀来说是万分危险的。于是他决定前往蓟城，即今天的北京市。来到蓟城后，他准备在这里招兵买马，结果他刚到蓟城不久，王朗的招降文告就到了，而且王朗还发出悬赏令，只要有人杀掉刘秀，就能获得10万斛的封赏。刘秀立即让王霸在蓟城招募士兵，准备对抗王朗。然而蓟城的民众仰头大笑，挖苦王霸，令王霸羞惭而归。刘秀连忙与属下商议，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赶快返回洛阳，可耿弇却说，王朗大军是从南面打过来的，应该前往北方。渔阳郡的太守彭宠是南阳人，和你是老乡。上古郡的太守耿况是我的父亲，您只要发动这2个郡，就能有万余骑兵，何惧王朗的兵马呢？可是跟随刘秀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南方人，并不愿意北行。正在刘秀犹豫的时候，原广阳王刘家的儿子刘阶在蓟城发动民众起兵响应王朗，同时王朗派出的使节也到了，城中2000担以下的官吏全都出去迎接了。刘秀闻听后下令赶紧出城。当他们来到南门的时候，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他们只好斩杀掉守城的士兵，逃了出来。他们不舍昼夜向南驰骋，为了躲避王朗的刀兵，不敢入城，只能风餐露宿。抵达吴楼亭时，天气酷寒，冯异为刘秀盛上了一碗豆粥，暖了暖身体。随后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前行，精疲力尽地来到了饶阳城。饶阳即今天河北省的饶阳县东北。人困马乏的他们急需休整，于是刘秀等人便来到了饶阳城下，诈称自己是王朗派来的使节，要进城办事。守城的将士打开城门，将他们带到驿站，并给他们端来了饭菜。
然而他们饥渴难耐、狼吞虎咽的样子，立即就引起了驿站官员的猜疑，派人在外面大声地说：“邯郸将军到了。”刘秀的属下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准备夺门而逃。刘秀却沉稳地回应道：“那就请邯郸将军进来相见吧。”就这样，在彼此的试探之中，刘秀等人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饱餐了一顿，然后便离开了饶阳城。此时天气越来越冷，天空竟然还飘起了大雪。他们迎着大雪，昼夜奔驰，来到了曲阳城。刘秀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城的时候，探马来报，王朗的追兵马上就要追上了。于是他们只能继续策马狂奔。不多时，探马又报，前面有一条滹沱河挡住了去路，而且河上没有船，都是碎冰，人和马根本就过不去。这真是前进无路，后有追兵，刘秀等人再次陷入了绝境。刘秀为了稳住军心，故作镇静地让王霸亲自前去查看。王霸看过后非常的绝望，但为了不让大家恐慌，他回来后谎报说河面已经结冰，大军完全可以渡河。将士们听后非常高兴，继续前行。神奇的是，当他们来到河边的时候，河水竟然真的结冰了，于是大军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过河之后，刘秀又迷茫了，他不知道应该再往哪里跑。正在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位白衣老者，他告诉刘秀：“你们赶快前往信都吧，距离此处只有80里。”刘秀茅塞顿开，立即率领众人前往信都。信都即今天河北省的冀州市，信都郡的太守任光也是南阳人。当北方各郡都纷纷投靠王朗的时候，任光却不为所动。王朗派使者来劝降任光，结果他把使者都给斩杀了。正当任光忧虑自己要独守孤城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刘秀来了。任光非常高兴，开门出来迎接刘秀。不多时，和成郡的太守丕同也率领着2000精骑来追随刘秀了。此时大家议论纷纷，多数人都建议让信都的士兵护送刘秀前往长安。可丕同却说，现在官民私汉久矣，所以刘玄和王朗冒充的刘子瑜才可以快速地得到响应。如果你现在回到长安，岂不是白白地失去黄河以北的土地，还大损你的威信吗？刘秀觉得有理，便不打算走了。可他们虽然有了3路大军，但都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王朗的大军前来，还是无法抵抗的。于是刘秀提议，要不然就先去投奔城头子路或者栗子都吧。城头子路的首领名叫袁岑，字子路，他与刘许在卢县的城头起兵，因此被称为城头子路，拥兵20余万。卢县即今天济南市的长清区。栗子都，东海人，他在今天的山东郯城起兵，拥兵6、7万人。可刘秀的这个提议立即就被任光给否决了。然后他给出的建议是，凭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无法抵挡住王朗，但是我们可以去招募奔命之兵，去攻击周围不服从我们的郡县。同时发布檄文，告诉各地，凡是不开城投降的，一旦城破，我们就允许士兵们任意抢劫财物。这样许多人就会为了贪图财物而来，我们招募士兵就容易多了。最后刘秀同意了任光的建议，并开始制定行动计划。首先他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李忠为右大将军，万修为偏将军，丕同为后大将军。他们4个人分别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去招募奔命之兵。所谓奔命之兵，是指在太平年间，朝廷会让各郡举荐一些彪悍善战的猛士，平时享有朝廷的俸禄，一旦国家有难，首先召集的就会是这些人。为了稳定后方，刘秀任命宗广为信都太守，留守信都。之后任光便给各地发送檄文，檄文中写道：大司马刘秀亲率城头子路和栗子都的100万大军从东方而来，专门讨伐各路的反贼，目的就是借助这些强盗的名号震慑四方。就这样，刘秀便招募到了3万多人，开始向北方挺进，夺取了曲阳。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刘秀决定派遣刘直去招降真定王刘阳。刘阳也是汉景帝刘启的后裔，他拥兵10多万人，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最终在刘直的极力劝说下，刘阳在王朗和刘秀之间选择了刘秀，并且还将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酒宴上，
刘阳还亲自击筑助兴。从此之后，刘秀的兵力大增，有了对付王朗的资本。那么，刘秀能否打败王朗，并在河北站稳脚跟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上期我们讲到，刘秀没有听从耿弇的建议，从蓟城出来后就一路向南而去，最后还迎娶了真定王的外甥女郭圣通。而此时，距离他迎娶女神阴丽华才仅仅过去了半年之久。他们走后，耿弇则返回了上古郡。上古郡的治所在今天张家口怀来县小南新堡镇的大古城村。耿弇的父亲耿况是上古郡的太守。回去后，他就请求父亲出兵南下攻打邯郸。然而，他父亲却告诉他，现在并不是我们想不想出兵的问题了，王朗已经派兵北上，准备来攻打上古郡了。这时，上古郡的公曹寇寻建议可以联合渔阳郡一起反攻王朗。商议决定后，就立即派寇寻出使渔阳郡。渔阳郡的治所在今天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的统军庄村。渔阳郡的太守彭宠同意联合愿派3000骑兵一同前往。于是，寇寻和耿弇便率领着渔阳郡和上古郡的骑兵长驱南下，反攻王朗。很快，他们就拿下了涿郡和中山郡的22个县，一路势如破竹，来到了广阿城，即今天河北省的龙窑县东。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刘秀，与刘秀合兵一处。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邯郸城。然而，正当刘秀准备向邯郸挺进的时候，却听说刘玄已经派谢公来围攻邯郸了。此时的刘玄早已不在洛阳了。当刘秀在河北接连失利的时候，刘玄就在将领们的建议下，已经迁都长安了。因此，刘秀不想去邯郸抢攻，亲率大军去攻打巨鹿。结果1个多月都没能将巨鹿城攻下。王朗兵分2路来支援巨鹿，一路去攻打刘秀后方的信都城，一路来驰援巨鹿。刘秀抵挡不住，只能后撤。这时，耿纯建议，与其被王朗大军围攻巨鹿，还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城。只要邯郸被攻破，则巨鹿不战而归。公元24年4月，刘秀留下少量的兵力继续攻打巨鹿，而主力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挺进邯郸，和谢公一起猛攻邯郸城。王朗没想到刘秀会声东击西，来得如此迅速，很快就抵挡不住了，连忙派了1名大臣前来谈判。王朗表示，只要给他封个万户侯，他就愿意投降。结果刘秀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两军只能继续交战，一连又打了20多天。5月1日，邯郸城终于抵挡不住了，王朗的少妇主动开城投降，邯郸沦陷。王朗则趁夜逃跑，被王霸追上后就地给斩首了。至此，王朗的邯郸政权彻底失败，刘秀再次进入了邯郸城。进城后，在检查王朗的府邸时，竟然发现刘秀的很多部将都曾写信给王朗投诚过。刘秀得知后，命人将这些信件全都抬出来，当着众将领的面，一把大火全都给烧了。众将领无不羞愧和感恩。然后，刘秀派人前往长安，向刘玄汇报了北方的战况。可等来的结果却是封刘秀为萧王，让他带领着所有的有功官员立即前往长安。同时命令将黄河以北的所有军队就地解散。另外，幽州州牧、上古郡太守、渔阳郡太守则通通撤换。这让刘秀非常的气愤，当然他也明白，只要他回到长安，必定又是和大哥刘演一样的下场。于是他给刘玄上奏说，黄河以北还未彻底平定，所以他暂时还无法回到长安，军队也还不能解散。事实上也是，自从王朗死后，北方混乱的局面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是愈演愈烈。此时，黄河以北的乱民团伙大大小小的有数十支，人数更是高达数百万之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乱作一团。在解决这些乱民之前，刘秀派吴汉去攻打幽州，派耿弇去重新拿回上古郡和渔阳郡。幽州的治所就是蓟县，最出名的便是幽州突骑。很快，刘玄新派来的幽州州牧、渔阳郡和上古郡的太守就被吴汉和耿弇给斩首了。各郡县闻听后，纷纷的派人前来，表示愿听萧王的调遣。接下来便要解决盘踞于此的数支乱民了，包括铜马、高胡、重鞭、大羌、由来等部。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势力最大的统马部，他们盘踞在谯县附近，即今天河北省的新集市东。刘秀率军从邯郸出发，前往青阳，即今天的清河县。随后，吴汉拿下幽州后，征调了当地的幽州突骑，也前来与刘秀会合了。这时，统马部急不可耐地发起了挑战。然而，刘秀却始终扎营不出，大家都不明白他究竟是何用意。1个月之后，刘秀秘密地派了一支兵马，截断了统马部的粮道。不多时，粮草告急的统马兵便开始军心动摇了。刘秀趁机发起攻击，统马部大败后逃走，在逃到馆陶县的时候，彻底将其击溃。这时，高胡部和重编部也从东南方向赶来，与统马部的败兵会合后，向刘秀发起攻击。结果，他们战败后逃走，刘秀率军追击，一直追杀到濮阳山，即今天河北省满城区西边的时候，高胡部和重编部也投降了。在这里，数十万部众被刘秀收编，从此关西一带的人都称刘秀为统马帝。剩下较大的2支还有由来部和大羌部。刘秀率军从元氏县开始追击，一直追到北平，将其击败。这个北平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河北保定的满城区北。随后，刘秀率领轻骑追到顺水北岸的时候，走投无路的乱民发起了反攻，刘秀战败，而且还将刘秀逼到了一处高岸之上。在万分危急之际，刘秀跃身跳下了高岸，致使背部受伤，动弹不得。正在这时，幽州突骑的王峰恰好赶到，救起刘秀，跑进了范阳城，即今天河北省的定兴县。然而刘秀发现，乱兵取胜后却并没有追来，而是跑去了渔阳郡。刘秀采用了陈俊的建议，派人绕到了他们前面，命令各郡县务必坚守城池，不许出城迎战。于是乱兵每到一处，都是城门紧闭，无法抢到粮食。没有了粮草，他们也就没有了作战的力气，也看不到希望，于是就陆续有人开始逃跑。最后还没等刘秀出兵，竟然自己就溃散完了。至此，黄河以北的各种势力都被清剿完毕，各郡县也都归附了刘秀。接下来最大的敌人便是赤眉军了。然而刘秀发现，赤眉军根本就没打算理他，而是率军攻入函谷关，去长安城找刘玄去了。刘秀认为赤眉军此次西征必定会吞掉刘玄，所以他必须在赤眉军攻下长安城之前抢占关中的地盘。于是他命令邓禹率领2万精兵进入函谷关，伺机而动。然后他便将矛头转向了洛阳城。至此，刘秀彻底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土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后来被称为云台28将的功臣们也陆续来到了刘秀的身边，包括功勋第一的邓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岑彭、大树将军冯异以及吴汉、寇寻、耿弇等等。那么接下来刘秀是如何拿下洛阳城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刘秀平定了河北之后，本打算与赤眉军一决高下，然而赤眉军却并没有和他较量的意思，而是去攻打长安的刘玄去了。于是刘秀便把目标放在了洛阳城。洛阳有刘玄留下的30万大军，将领分别是李毅和朱伟，而他们2人又恰好是害死刘演的罪魁祸首。刘秀封寇寻为河内郡太守，去挡住北渡黄河的敌军，封冯异为孟津将军，沿着黄河北岸布防，随时紧盯洛阳城的动向。2路大军到达后，冯异认为李毅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人，当年他是与刘演和刘秀一起起兵的，后来却投靠了刘玄，还给刘玄出谋划策，害死了刘演。于是他要想办法策反李毅，让李毅再背叛刘玄一次。他写信告诉李毅，赤眉数十万大军已经去攻打长安了，长安城朝不保夕，而刘秀则已经彻底平定了黄河以北，正在挥师南下，你还有必要为刘玄死守洛阳吗？不如现在投靠刘秀还来得及。没想到李毅果断地回信说，我原本就是和萧王刘秀一起起兵的，请您转告萧王，我愿意举兵投效，左其安邦。冯异见李毅回复得如此爽快，拿不准他是真的愿意投降，还是想耍阴谋诡计。为了试探他，冯异故意将大军调开，北上去攻打上党郡，拿下了2个县。结果李毅稳如泰山，并没有去偷袭冯异的大本营。
随即，冯异又率军南下，拿下了河南郡里城高以东的13个县，收服了10余万降兵。结果，李毅依然按兵不动。这下，冯异彻底放心了，连忙给刘秀汇报。然而，刘秀给他的回信却不是让他继续招降李毅，而是让把李毅写给他愿意投降的回信抄送给各郡县的官员们传看。冯异没明白刘秀的意图，只能按要求去做。然而很快他就明白了，刘秀是要借刀杀人。当洛阳城的另一名将领，也是害死刘演的另一个主谋朱伟，得知李毅准备投降刘秀后，立即就派人刺杀了李毅。随即，洛阳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许多人都越城而出，前来投降。朱伟见此情形，觉得与其被刘秀困死在洛阳城，还不如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他率军出城，准备北渡黄河，去攻打寇恂和冯异。他兵分2路，一路由讨难将军苏茂和副将贾强率领3万精兵从巩县渡过黄河，去进攻温县，准备从这里打开进入河内郡的大门。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去攻打冯异，目的是牵制住冯异，让他无法救援寇恂。寇恂得知朱伟要渡河强攻温县后，紧急征调人马，亲自率军赶往温县。温县是河内郡的屏障，一旦温县失守，则河内郡就无险可守了。次日清晨，两军开始交战。正当朱伟的大军猛攻温县的时候，冯异却派出了一支援军赶来支援。当援军远远出现的时候，城上的士兵们就大喊：“刘公的大军到了！”朱伟的士兵们听后，真以为是刘秀的大军赶来支援了，顿时就士气全无，朝着洛阳方向就开始逃跑。最终，苏茂逃回了洛阳城，贾强战死，数千士兵投河而死，1万余人被俘。同时，冯异这边也率领众将士猛攻朱伟，朱伟战败，也率部逃回了洛阳城。冯异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了洛阳城下。朱伟自从进入洛阳城后，就紧闭城门，固守不出。冯异和寇恂率军绕着洛阳城转了一圈后，决定班师回营，以待战机。这时候，将领们都觉得刘秀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冯异对刘秀说：“刘玄此次肯定会被赤眉军打败，到时候天下再次无主，必然更加的混乱。所以，为了大汉的社稷，为了黎民百姓，恳请大王称帝吧。”其他将领也纷纷上书。刘秀再三推辞之后，决定接受他们的请求。公元25年6月20日，刘秀在浩县的南郊登基称帝，大赦天下。但是刘秀称帝后并没有定都，因为举天下之大，唯有2个地方最有帝王气，一个是长安，一个是洛阳。长安已被刘玄占领，而且此时赤眉军和刘玄正在长安城死拼，刘秀就不去凑热闹了，那么剩下的就是洛阳了。公元25年7月下旬，刘秀亲率20余万主力从邯郸南下，准备攻取洛阳。一方面，他派耿弇和陈俊驻扎在怀县东北的武社津及今天河南省的武陟县西，严防荥阳以东的更氏军救援洛阳。另一方面，他封吴汉为攻洛前敌主将，岑彭、刘直、冯异、王霸等11位将领为副将，率领主力进攻洛阳。朱伟率领部将拼死反抗，吴汉等人围攻了数月，都没有将洛阳城攻下。但此时，洛阳城的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了。负责防守东门的将领决定投降，私下与奸臣达成协议，偷偷地打开东门后，将奸臣和朱佑的大军放入洛阳城。闻讯赶来的朱伟率领守军与奸臣和朱佑展开激战，最终奸臣和朱佑被迫撤军。经此一战，虽然大军没有成功攻入，但朱伟对属下的忠诚却失去了信心，也放弃了死战的决心。刘秀趁此机会，让曾经是朱伟部下的岑彭去劝降朱伟。岑彭来到洛阳城下，对朱伟说：“我以前受过您的恩惠，时常想着报答您。现在更始败亡，而刘秀则百姓归心，你坚守城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朱伟回答说：“我曾经参与杀害了刘演，有罪而不敢归降刘秀啊。”岑彭回营后，将朱伟的担忧转达给刘秀。刘秀却说：“做大事的人不会忌讳这些小怨恨的。如果朱伟归降，我不仅不会杀他，还会给他加官进爵。黄河水可以作证，我绝不食言。”岑彭再次来到城下，转告了刘秀的承诺。
朱伟则从城楼上放下了一根绳索，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顺着绳子爬上来吧。”岑鹏抓住绳子正准备爬，朱伟连忙说：“你不用爬了，我相信你，我同意投降。”5天后，朱伟亲自出城来拜见刘秀。离行前，他告诉部将：“你们坚守城池，等我归来。如果我此行不能回来，那么诸位就率领着大军另投他处去吧。”然后他让人将自己绑起来，与岑鹏一同前去拜见刘秀。刘秀亲自给他解绑，并安排酒宴招待了他。当天夜里，又安全地把朱伟送回了洛阳城。第二天清晨，朱伟率领部众出城投降，刘秀拜他为平敌将军，封扶沟侯。公元25年10月10日，刘秀率军进入了洛阳城，并将洛阳定为都城，从此东汉建立。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公元25年，刘秀派人劝降了朱伟后，进入了洛阳城，并将洛阳定为都城。那么，刘玄和赤眉军在长安城的战况如何？他们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玄投降及刘秀与赤眉军决战。公元25年9月，赤眉军进入了关中，刘秀也派邓禹率领2万精兵前往关中，伺机而动。刘玄的将领们闻听赤眉军和邓禹都准备攻打长安，就建议刘玄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就赶紧撤退。然而刘玄并没有同意，而是要求他们死守长安城。可建议逃跑的将领们却不听调遣，还密谋准备杀掉刘玄后逃走。结果消息泄露，刘玄就准备在立秋大祭的时候逮捕密谋者。结果到了这一天，刘玄却犹豫了，迟迟没有下令动手。可有些将领已经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即拔剑突围。结果刘玄抵抗不住，率领百官逃出了长安城。出城后的刘玄意识到，将领们之所以敢反抗，一定是得到了王匡和陈穆的支持。于是他就以召见大臣们议事为由，准备除掉王匡和陈穆。结果陈穆没有发现异常，被刘玄逮捕之后斩杀，而王匡则提前得到了消息，率军进入了长安城，与反抗刘玄的将领们联合了起来。不久之后，刘玄率军杀回了长安城，王匡等人逃走，直接投降了赤眉军。此时赤眉军的首领樊崇在方阳等人的建议下，也立了一个汉朝宗室，年仅15岁的刘盆子为帝，并组建了三公九卿等朝廷机构。刘盆子是刘邦之孙刘璋的后人，之前在赤眉军中是负责割草和喂牛的牧童。之后赤眉军便来到长安城下，开始攻城。刘玄的守军抵挡不住，守城的将领主动打开东都门，放赤眉军入城。刘玄率军逃走。远在洛阳的刘秀得知情况后，下了一道诏书告知天下，他已封刘玄为淮阳王，有胆敢诛杀刘玄者，以大不逆判处。如能护送刘玄回到洛阳者，则封侯赐爵。樊崇也以刘盆子的名义下诏，如果刘玄能在20天内投降他，他就封刘玄为长沙王，否则过期不候。最后刘玄选择向赤眉军投降，并将皇帝的玉玺献给了刘盆子，刘盆子也将他封为了长沙王。从此刘玄就一直跟着赤眉军的将领谢禄一起居住。一段时间后，在张昂的劝说下，谢禄派了几名亲兵和刘玄一起到郊外牧马，并且密令亲兵将刘玄杀害。刘秀得知后非常的悲痛，让邓禹将刘玄安葬于霸陵附近。至此，刘玄的更始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再来看赤眉军，赤眉军进入长安后，依然改不了烧杀抢掠的习惯，导致三府地区的百姓们纷纷起兵与赤眉为敌。所谓三府，是指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这3位官员所管辖的区域，也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地区。这时邓禹的将领们认为此刻是攻打长安城的最佳时机，建议立即攻城。但邓禹认为他们是孤军深入，既没有接应的队伍，也没有粮草补给，而赤眉军则刚刚拿下了长安城，士气正旺，所以应该等他们把粮草耗费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攻打。于是邓禹放弃攻打长安城，率军北上，去平定了上郡、北堤郡和安定郡。果然邓禹走后不久，长安城就乱了起来。首先是投降过来的王匡等人准备逃跑，被赤眉军发现后全都给斩杀了。
接着，赤眉的数十万大军涌入长安城后，粮草消耗巨大，很快长安城里的粮草就被消耗完了。而三府地区的百姓们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不可能给他们供应粮草。于是樊崇决定放弃长安城，前往陇右地区补充粮草。赤眉军走后，邓禹则趁机南下，驻军于昆明池。然而赤眉军到达陇右后，却遇到了割据陇右的魁骁。由于他们的顽强阻击，赤眉军不但没有补充到粮草，还大败而归。此时正值严冬，天降大雪，赤眉的很多士兵在路上冻饿而死。不得已，他们只好返回长安，打败了邓禹后，再次回到了长安城。这次外出使赤眉军遭受了极大的消耗。邓禹战败后，率军退到了高陵。此时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将士们饥饿难耐，以吃枣子和野菜度日。刘秀得知战况后，告诉邓禹，由于关中缺粮，赤眉军必然会向东而来，所以你不可妄自进兵，只要等着他们向东而来就行。然而邓禹却不甘心，他率领着饥饿之兵，又数次去攻打赤眉，结果都是大败而归。这时刘秀派冯异率领一支军队来接替邓禹，让邓禹返回洛阳。然而邓禹还是不甘心。公元27年春，邓禹率部来到了胡县，即今天山西灵宝市以西的黄河边上。他邀请冯异和他共同迎战赤眉，可冯异认为赤眉军现在还很强大，要想战胜他们，最好是能诱降，如果诱降不成，也只能智取，切不能硬拼。可邓禹不听劝告，率部与赤眉军再次大战，双方缠斗了一天后，赤眉军佯装战败，连粮草辎重都没拿就逃走了。邓禹的将士们好久都没有吃过饱饭了，看到赤眉军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后，就争相过去准备搬运，结果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泥土。正在这时，赤眉军又重新杀了回来，邓禹大军手足无措，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正在这时，冯异率军赶到，赤眉军才被迫后撤。然而赤眉军撤走后，邓禹再次向赤眉发起反攻。这下赤眉军也被磨得失去了耐心，准备和邓禹大战一场，一举歼灭邓禹。当赤眉军从漫山遍野冲过来之后，邓禹的大军根本就抵抗不住，死伤了3000余人，其余的则四散奔逃。最后只有24名卫士还留在邓禹身边，保护着他逃到了宜阳。之后赤眉军又掉头去攻打冯异，冯异也被赤眉军打败，很多士兵连战马都丢了，只能徒步逃到小底，即今天河南洛宁县西北。在这里，冯异收集溃兵，又临时招募新兵，凑了数万人，准备和赤眉军决战。赤眉军得知后喜出望外，觉得刘秀派来的这2位将领应该是被他们给打疯了。于是赤眉前来应战，小底之战开始。冯异先派了一支人马主动发起攻击，赤眉军则只派了1万人前来迎战。结果冯异的前锋抵抗不住，只能让主力一起进攻。赤眉军见状也全军出击，双方从日出一直战到日落，竟然不分胜负。正当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突然从旁边又杀出一队人马，他们的装束和赤眉军是一模一样的，然而却并不是赤眉军，而是冯异安排的伏兵。这支伏兵的加入彻底打乱了赤眉军的阵脚，他们分不清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假扮的赤眉军，而冯异的大军却能分得清。于是赤眉军不知道应该去砍谁，弄得手足无措，只能开始撤退。然而兵败如山倒，赤眉军在前面跑，冯异的大军在后面追，跑不掉的只能投降，最后投降的竟然有7、8万之众。此战让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上粮草已经耗尽，他们只能转向东南去补充粮草和兵马，以摆脱困境。然而早在小底之战之前，刘秀就鉴于关中发生饥荒，魁骁的重兵又布防在陇右，所以他分析认为赤眉军必然会向2个地方撤退，一个是西安，即今天河南省的渑池县东，一个是宜阳，即今天的宜阳县西。于是他派侯进驻守西安，派耿弇驻守宜阳，等待着赤眉军的到来。果然不出刘秀所料，樊崇率领着赤眉军的主力正向宜阳逃来。刘秀得知后，亲率6路大军在宜阳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赤眉军人疲马乏地到达宜阳后，才发现前面是刘秀率领的6路大军，后面是冯异的追兵，他们已经是插翅难飞了。于是樊崇思绪良久后决定投降。他派刘盆子的大哥刘公与刘秀谈判，他对刘秀说：“我主刘盆子准备率领100万大军投降陛下，陛下准备如何安置他呢？”刘秀冷冷地说道：“我只能饶他不死，其他的一切免谈。”刘公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汇报。2天后，刘盆子率领百官，亲手捧着皇帝的玉玺和刘玄的7尺宝剑，献给了刘秀，赤眉军全部投降。然而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刘公所说的100万大军，其实只有10余万人。公元27年2月20日，刘秀从宜阳返回洛阳，并将樊崇等赤眉军首领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全都带到了洛阳城定居，软禁了起来。同年，樊崇等人再度起兵，失败后被刘秀处死。至此，纵横山东10余年的赤眉军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刘秀继河北之后，又平定了关中地区。3月，刘秀派军占领了长安。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上期我们讲到，刘玄投降了赤眉后被杀，赤眉也被刘秀战败后投降。至此，刘秀继平定河北之后，又平定了关中。接下来，他便把目标放在了关东。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关东之剿灭刘勇和董宪。关东的反叛军主要是在睢阳称帝的刘勇，占据齐郡的张布，以及占据东海郡的董宪。刘勇是汉景帝刘启的弟弟刘武的8世孙，他的祖辈都是梁王，所以刘玄登基后就将刘勇也封为了梁王。刘玄败亡后，刘勇便自立为天子，在睢阳登基称帝。睢阳即今天的商丘市南，他占据了基阴郡、山阳郡、沛郡、楚郡、淮阳郡、汝南郡等地的28座城池。为了扩大势力，他又任命董宪为义汉大将军，张布为辅汉大将军。至此，刘勇组成的联军已经占据了关东的大片土地，与刘秀形成了2个汉室宗亲争夺正统的局面。公元26年3月，刘秀任命盖延为主将，率领数万人去征伐刘勇。8月，盖延攻破了睢阳城，刘勇从东门逃走，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余县，即今天商丘市余城县。盖延则趁机拿下了扶阳、祝丘、萧县、彭城、薛县等地。余县的守军见汉军如此强大，准备杀掉刘勇后投降汉军，结果被刘勇察觉，带着几十名亲信逃到了谯县，即今天的安徽亳州。这时，苏茂和周建等人率领3万大军赶来救援刘勇，与盖延大战于沛溪，刘勇再次战败，退到了胡陵，即今天山东微山县的张楼乡程子庙村。盖延顺势又平定了沛郡、楚郡和临淮郡等地。公元27年4月，睢阳人驱逐了汉军，又将刘勇迎了回来。刘秀命令吴汉和盖延合军围困睢阳。刘勇率部坚守了100日之后，因城中断粮，被迫逃往了赞县，即今天永城市赞城镇。盖延则率领大军紧追不放，刘勇在逃往途中被部将庆吴给杀害了。至此，刘勇的反叛被彻底平定，苏茂和周建等人则率众投靠了董宪。公元28年春，盖延率军前往刘县去攻打董宪，董宪战败后逃往下邳。正在这时，刘秀非常宠信的将领庞蒙，由于刘秀下诏给盖延而没有给他，使他心生疑虑，决定起兵反叛。由于事发突然，盖延被他打败。随后，他就派人与董宪联系，双方结成了联盟，约定共同进攻陶城，以打通与张布的联系。于是，董宪派了3万大军北上，与庞蒙会合后，共同进攻陶城，即今天的济宁市东。刘秀听闻庞蒙反叛后，非常的恼怒，决定御驾亲征去收拾庞蒙。董宪得知刘秀御驾亲征，马上率领部将放弃下邳，退守兰陵。刘秀当时正在蒙县，他亲自率领着3000名轻装骑兵以及数万步兵，留下所有的辎重，日夜兼程赶往陶城。在到达康福县的时候，将士们非常疲惫，属下将领请求休整，但被刘秀拒绝，大军继续前进，来到了任城，即今天的济宁市东南。大军休整了1天后，将领们纷纷的请求出战，
可这时刘秀却又不着急了，命令所有人不得出战。将领们都莫名其妙，他们日夜兼程地赶来，可到了战场后，刘秀却又不着急进攻了。不多时，庞蒙也派出大军前来叫阵，可刘秀依然按兵不动。庞蒙见状后，便放心地继续去攻打陶城了。然而，连续进攻了20多天，陶城依然没有被攻破。原来，陶城的将士们得知刘秀亲率大军赶来救援，军心更加的牢固，顶住了庞蒙的一轮又一轮攻击。就这样，庞蒙被拖了20多天，大军也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时，吴汉、王常、盖延和王霸等人陆续赶到，刘秀下令立即发起总攻。他亲自参加战斗，将士们见状也都拼命地冲杀。庞蒙和苏茂等人抵挡不住，率领残兵连夜撤退，投奔董宪去了。董宪得知后，率领着全部人马在昌虑县布阵阻击。同时，他引诱被称为武孝军的乱民驻防建阳，共同阻击刘秀。刘秀率领大军追到了波县，这里距离董宪的营垒只有100余里。这时，刘秀再次命令大军停止追击。属下将领难以理解，现在正是我军士气最旺的时候，一鼓作气便可剿灭敌军，为何又要停止呢？刘秀说，那些武孝军的乱民，只要他们粮草耗尽，就会不战而走，等到那时才是出兵的最佳时机。果然没多久，武孝军就因为董宪无法给他们提供粮草，便自行离开了。这时，刘秀亲自上阵，向董宪发起了攻击。战斗只持续了3天，董宪和庞蒙就支撑不住了，率领大军开始败逃，一直逃到了渠县，即今天的连云港市。随后，刘秀大军赶来，攻下了渠县，董宪和庞蒙战败后被斩杀。至此，刘秀平定了淮河流域的大片地区，关东只剩下了张布还在坚守。刘秀派耿弇去攻打张布。那么，耿弇是如何打败张布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刘秀平定了刘永和董宪之后，关东就只剩下了张布。那么，张布是如何被平定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关东之猛人耿弇。公元28年5月，刘秀命令耿弇从涿郡出发去攻打张布。张布得知后，连忙将费祎封为济南王，屯兵于历下，即今天济南市的历下区。然后又分兵防守祝阿城，在今天淮阴区的玉府河畔。同时还在中城列营数十座，作为两城的后援。中城在今天长清县的西北。耿弇率军渡过黄河后，来到了祝阿城下，不到1天的时间就攻破了祝阿城，并故意放走败兵，让他们逃回中城，以动摇他们的军心。果然，中城的军民听闻了前方的战况后，异常的惶恐，纷纷的弃城东逃。于是，耿弇兵不血刃，又拿下了中城。之后，耿弇采取围点打援的计谋，假装去围攻据理，目的其实是引诱费祎率军来救。果然，费祎率领着大军赶来救援，而耿弇早已在半路埋藏了伏兵。费祎率军正在赶路，突然伏兵四起，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此一战，费祎大军不仅战败，而且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斩杀。随后，耿弇便率领大军前往临淄。临淄是张布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临淄失守，则张布就彻底无险可守了。于是他派了重兵防守临淄。临淄有2座城，一座是西安城，即今天的环台县东；一座是临淄城，即今天淄博市临淄区的齐都镇。西安城的守军有2万人，临淄城有1万余人，两城互为犄角，可相互驰援。然而，让张布万万想不到的是，耿弇竟然将大军直接开到了两城的中间。这样的驻军安排，在兵法上属于大忌。他无论去攻打哪个城，都会被另一个城的守军从后面偷袭，到时候必定是腹背受敌，疲于奔命。然而，作为老将的耿弇竟然不按兵法布阵，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两城中间，安营扎寨。随后，他命令大军休整5天，5天后向西安城发起总攻。西安城的守将是张布的弟弟张兰，他得知消息后，派人日夜巡逻，加固城防，准备迎接耿弇的强攻。第5天清晨，耿弇命令大军准备攻城。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准备攻打的并不是西安城，而是临淄城。
将领们以为耿弇搞错了，连忙前来劝说。他们认为西安城的兵力强，如果现在去攻打临淄城，那么西安城必然会从后面偷袭，到时候敌军两面夹击，难以应付啊。然而耿弇却笑着说，5天前我故意说要攻打西安城，所以现在西安城的守军应该在十分紧张地备战着，他们操心能不能守得住城池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心思出来偷袭呢？而临淄城的守军断然不会料到，我们今天要攻打的竟然是他们，所以一旦交战，他们定会乱作一团，等西安城的守军反应过来时，我们应该已经拿下了临淄城。只要临淄城破，西安城就成为了一座孤城，不攻自破。将领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耿弇下令向临淄城发起攻击。果然不出耿弇所料，进攻临淄城的时候，西安城的张兰并没有出兵，临淄城因为没有充足的准备，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被攻破了。张兰得知临淄城破后，立即弃城而逃，率军跑回了莒县。至此，耿弇一箭双雕，半天破2城。大军进入临淄城后，耿弇就放出消息，让加强临淄的城防，等待着与张布的决战。此举的目的就是刺激张布，让他前来应战。果然，张布得知后，觉得耿弇就数万兵马，而且是远道而来，战胜他并不是难事。于是他纠集了10余万大军前来与耿弇决战。耿弇得知后，提前做出了部署。他亲率突骑隐藏在城中，让刘歆和陈俊率领2路大军埋伏在城池的2翼，然后派出1路人马主动出击，并且告诉他们只许败不许胜，目的是诱敌深入。两军交战后，耿弇派出的人马一触即溃。张布见状，觉得耿弇的实力不过如此，于是他率领着全部兵力发起了总攻，企图一举歼灭耿弇。当他们追到城下时，刘歆和陈俊突然率军杀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交战了半天后，耿弇亲率突骑从东城门杀出，去冲击张布的步兵，导致张布的大军首尾不能相顾，大败而归。第一天的战斗就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了。此时的刘秀正在鲁县，他得知耿弇正在被张布的大军围攻后，马上派人送来书信，让耿弇务必坚守城池。他马上率领大军赶来支援。然而第2天清晨，耿弇命令大军准备出城迎敌。将领们都来劝说耿弇，表示应该等刘秀的大军赶到后，再前后夹击攻打张布。耿弇却愤怒地说，皇帝陛下驾到，作为臣属的我们应该杀牛宰羊的招待，怎么还能让陛下操心打仗的事呢？于是耿弇打开城门，率领大军再次冲杀了过来。双方一直从早上杀到了黄昏，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战役结束后，张布得到情报，刘秀率领着大军正在向临淄城赶来，于是他决定连夜撤回莒县。到了半夜，张布觉得汉军已经作战了1整天，此时应该已经入睡了，于是他率领大军带着所有的粮草辎重，成夜偷偷地撤走了。结果走到半路，突然伏兵四起，耿弇的大军从道路两旁杀出，张布的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向莒县方向开始逃窜，而耿弇则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陈妹水。在这里，双方再次展开激战。这场战斗的场景异常的惨烈，从临淄城到陈妹河畔，80-90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士兵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陈妹水。最终，张布狼狈不堪地率领残部逃回了莒县。可此时，他的主力精锐已丧失殆尽，无力再继续战斗，只能率领残部向南逃窜。这时，刘秀也率军赶到了，命令大军继续追击，一直追到了平寿县，即今天山东省昌乐县东南。走投无路的张布连忙派人向苏茂求援，苏茂率领着万余精兵前来助战。刘秀得知后，并不着急进攻，而是派遣使者，分别告诉张布和苏茂，他们谁要是能斩下对方的首级前来投降，就封谁为侯。公元29年10月，张布斩杀了苏茂，前来投降。刘秀将张布封为安丘侯，随后与家属一起被迁到洛阳居住。3年后，张布携带着妻儿从洛阳逃回临淮，准备召集旧部，结果被琅琊太守陈俊得知后给斩杀了。至此，
刘秀彻底平定了黄河以东以及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随后他又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所有中原之地。那么陇右和巴蜀又是如何平定的呢？我们下期继续讲述。刘秀平定了中原之后，还剩下陇右和巴蜀被韦骁和公孙述割据占领着。那么韦骁是如何被平定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陇右之来袭表哥。韦骁是天水城纪人，即今天甘肃省齐安县人。他出身于陇右的大族，年轻时就以知书通经而闻名于陇上。公元23年，韦骁的叔父韦崔等人在上邽起兵，上邽即今天的天水市。之后，众人推举韦骁为上将军，至此，他便成为了割据陇右的一股势力。公元26年，赤眉军前往陇右补充粮草，被韦骁打败，刘秀便派遣使者，封他为西州大将军。之后，公孙述也派人拉拢韦骁，封他为大司空和福安王。但韦骁认为公孙述与他地位相当，所以耻于向他称臣。刘秀平定中原后，便想联合韦骁共同出击公孙述，然而他却回复说，一方面他兵力单薄，另外北方的卢方倚仗着匈奴，一直对他虎视眈眈，所以他无法出兵伐蜀。韦骁之前与来西和马援的关系要好，于是刘秀就陆续地派他俩前去说服韦骁，让他入朝为官。但韦骁坚持地回复，他自己无功无德，不敢为官。等到四方平定之后，他便打算告老还乡。公元29年，在来西的劝说下，韦骁派他的长子韦寻来到了洛阳，刘秀将他封为胡骑校尉、捐羌侯。公元30年，公孙述派兵攻打南郡，刘秀命令韦骁从天水郡南下，去攻打公孙述的背部，但被他再次拒绝。刘秀明白韦骁终归不肯为自己所用，便决定出兵讨伐。同年4月，刘秀命令耿弇等7位将领从长安出发，穿过陇山去攻打公孙述，并让盖延为先锋，先行出发。韦骁当然明白刘秀此次出兵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公孙述，而是他自己，于是他派王元出兵阻击。当盖延的大军进入陇山后，王元就派人在后面砍伐树木，阻挡住盖延的退路，然后从正面突然发起攻击。盖延的大军拼死抵抗，最终才突出重围。至此，韦骁和刘秀彻底翻脸，陇右之战正式爆发。刘秀料到韦骁打了胜仗之后，必然会越过陇山向东进军，于是他命令耿弇率军进驻期县，即今天的滨州市；让冯异进驻旬邑，即今天的旬邑县；让季尊进驻迁县，即今天的陇县。果然，韦骁的大军越过陇山，兵分两路向东而来，一路去攻打迁县，一路则绕过期县，直接来攻打旬邑。冯异得知韦骁准备攻打旬邑后，命令大军急速行军，赶在他们之前进入了旬邑城，并躲藏起来。韦骁的大军以为旬邑城没有设防，便率军入城，冯异立即率军出击，韦骁军大败。同时，进攻迁县的大军也被季尊打败。这时，韦骁连忙派人给刘秀上书谢罪，说他属下的部将听闻汉朝大军逼近陇山，都惊恐自救，是自发行为，他没来得及管束。为了表达歉意，他愿意将缴获的所有战利品全部如数奉还。然而刘秀却回复他，我已年近40，非常讨厌这些浮语虚词，如果你诚心归附，我会赏赐你高官厚禄，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再回信了。韦骁知道刘秀已经看出了他的诡计，再无法拖延了，于是连忙派遣使者向公孙述称臣，公孙述非常高兴，封他为朔宁王，并派军前来支援。公元31年，有了公孙述的撑腰，韦骁再次率领3万大军穿过陇山，来到了阴盘，即今天长武县的西北。他的大军刚到，就听说冯异率领大军正向这边赶来，他不想和冯异正面激战，决定调转方向去攻打迁县，然而却被季尊打败，只好再次撤回陇右。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东进的时候，来西已经率军偷偷地进入了陇山。来西是刘秀的表哥，他的母亲是刘秀的姑妈，他多次出使陇右，说服韦骁，所以对陇山的地形非常了解。他发现在陇山之中有一条路可以直通韦骁的战略要地略阳，即今天甘肃齐安县的陇城镇。
韦骁被公孙述封王之后，就将都城迁到了平乡，即今天甘肃省的通渭县。这里距离略阳仅有100多里，只要拿下了略阳，则平乡就无险可守了。于是来西只带了2000人，翻山越岭的来到了略阳。略阳的守军根本想不到这里会突然出现汉军，于是在毫无防备之下就丢掉了略阳城。当韦骁得知略阳失守后，顿感不妙，他立即派出4路大军守住陇山的所有进出口。其中王元驻守龙底，邢询驻守潘墟口，王孟驻守鸡头道，牛韩驻守瓦亭。然后他亲率数万大军前来围攻略阳，同时公孙述也派遣李煜和田衍率军赶来支援。就这样，来西率领的2000人彻底成为了一支孤军，被困在了略阳城。然而韦骁并没有强攻，他派出士兵上山去挖石筑坝，准备决水灌城。来西则命令将士们加高城墙，固守不弃。随后韦骁命令大军开始攻城，来西的将士们据城而守，用弓箭射杀攻城的敌军，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强攻。最后箭矢射完了，来西就命令士兵们去拆房屋，用木头和石块当武器继续守城。就这样，来西的2000人竟然坚守了略阳城1个多月。吴汉收到战报后，命令大军立即出击，去配合来西。然而刘秀却让吴汉把大军都撤回来。吴汉甚是不解，刘秀解释说，略阳城是韦骁的战略要地，他必定会倾尽所有精锐去攻城。来西拖得越久，韦骁的兵力就会越疲惫，等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再突然出兵，便可一举拿下。随后刘秀决定御驾亲征，他率领大军抵达了高平县，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到达这里后，他召见了投降过来的王遵，让他去策反牛韩。牛韩驻守的是瓦亭，在今天固原市泾原县大湾乡境内。王遵之前也是韦骁的部将，是被来西给策反过来的，而且他与牛韩曾经是好友。牛韩思考了几天后，决定投降刘秀。接着刘秀又陆续地策反了韦骁的13员大将以及10余万大军。韦骁得知众多将领都投降了刘秀后，决定放弃略阳城，率军撤往西县，即今天甘肃省礼县东北。刘秀再次派人给韦骁送信劝降，告诉他，如果现在投降，还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如果非要学习英布，那我便成全了你。等了几天，韦骁还是不肯来降，刘秀便斩杀了他的长子韦寻。正在这时，洛阳传来消息，颍川郡有乱民起兵，刘秀需要返回洛阳。于是他命令吴汉和岑彭去围攻西县，让耿弇和盖延去围攻上邽。离行前，他再三叮嘱吴汉，陇山崎岖难走，军粮不好运送，所以人多反而是累赘，而且粮草消耗巨大，你不如只率领精锐前往，其余的士兵就让撤回吧。然而吴汉并没有听从，他认为一鼓作气便可拿下韦骁，不存在缺粮的问题。于是吴汉和岑彭便率军前来攻打西县。驻守西县的将领是韦骁属下的老将杨广，非常的勇猛，所以吴汉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让岑彭率军去阻断谷水，也准备引水灌城。可没多久，老将杨广竟然病逝了。吴汉趁机发起猛攻，然而却久攻不下。时间长了之后，吴汉大军的粮草就告急了，士兵们吃不饱，就陆续有人逃跑，军心也开始动摇。正在这时，王元等韦骁的将领率领着5000人赶来救援。他们到达山上后，王元见汉军人数众多，就让士兵们大喊：“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本就军心不稳的吴汉大军听闻后，更加的惶恐不安。随后王元便率军从山上冲杀下来，汉军阵脚大乱，王元趁机冲进西县，保护着韦骁逃出了城池。此时汉朝大军粮草已耗尽，无法继续追击，于是吴汉和岑彭、耿弇和盖延都只能率领着大军东撤，回到了长安。公元33年春，韦骁逃到了蓟县的洛门，即今天甘肃武山县东北的洛门乡。他又病又饿，只能以大豆和米饭为食，最终愤恨而死。王元等人又拥立了韦骁的幼子韦纯继承了王位。
8月，刘秀任命来西为主将，率领着冯异等5位将领再次征伐陇右。在此期间，冯异病死于军中。冯异是云台28将之一，屡立战功，为人谦逊。每当众将领们争功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大树下，因此将士们称他为大树将军。2个月之后，来西攻下了洛门，周松和邢询等人带着韦纯投降了来西，王元逃走。至此，陇右势力被彻底平定，只剩下了巴蜀之地的公孙述。那么，公孙述是如何被平定的呢？我们下期再讲。公孙述凭借着蜀道的艰险，便准备割据巴蜀，自立为帝。刘秀数次派人去劝降，都被他拒绝了。于是剿灭了韦骁之后，刘秀便把目标放在了巴蜀。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巴蜀之公孙述的刺客。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即今天陕西兴平人。公元14年，他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公元24年，也就是刘玄称帝的第2年，他自立为蜀王。公元25年，也就是刘秀称帝的同一年，他在今天重庆市的奉节县筑城称帝。因为城中的井里经常会冒出白气，宛如白龙，因此便将此城命名为白帝城。公元35年3月，平定了陇右之后，刘秀便兵分2路，向公孙述发起总攻。一路由来西率领，他在洛门打败了韦纯后，韦纯率领众将投降，只有王元率众逃走，投奔了公孙述。公孙述封他为大将，让他和桓安一起驻守河池，即今天的甘肃省徽县。1年后，来西率军赶到河池，大败了蜀军，王元和桓安率众逃往阳乡，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来西率军继续追击，桓安非常的害怕，连忙建议公孙述派刺客刺杀来西。公元35年6月，来西被刺客刺伤，他紧急派人叫来葛延。葛延看了来西的伤势后，伏地哀嚎。来西斥责道：“我要把军中的大事托付于你，你怎么哭得跟个小女孩一样？”接着，他强撑着伤势，给刘秀写了一封简短的奏章后，拔出被刺杀的刺刀，断气而亡。当刘秀收到来西的奏章后，不禁泪如雨下。不久后，来西的官就运回洛阳，刘秀身穿校服，亲自为他送葬。再来看另一路，由岑彭率领的水军。公元33年，也就是刘秀出兵的前2年，公孙述就派田荣等人占据了荆门和虎牙。荆门山位于今天湖北宜都市西北的长江南岸，虎牙山则位于长江北岸的虎牙滩。他们在江边搭基陡楼，江面上架起浮桥，水下立起船柱，以断绝水道，阻挡汉军。公元35年，岑彭和吴汉调集了6万士卒和水手，从金乡出发。金乡即今天湖北荆州市江陵县东。他们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荆门。岑彭挑选了一批勇士，许以重赏，由偏将军鲁齐率领，负责去斩断浮桥。勇士们驾船直冲浮桥，然而战船却被江中的船柱给挡住了。情急之下，鲁齐一面率领勇士们死战，一面用火把焚烧船柱，最终浮桥被烧毁。岑彭见状，立即命令大军发起总攻，满江的战船压向荆门，蜀军顿时大乱，溺死者就达数千人。田荣战败后，带领着残兵一直逃到了江州，即今天的重庆市。岑彭紧追不放，也一路追到了江州渡口。江州城是一座山城，山高水低，不利于养工，而且城中的粮草充足，短期内难以攻克。于是岑彭让冯俊在这里驻防，他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嘉陵江北上，前去攻打垫江，即今天重庆市的合川区。很快，他们就攻陷了垫江城，并且还抢到了10万担的粮草。面对汉军的猛烈攻击，7月，公孙述派了3路大军进行防守。第一路由严岑等人率领，驻守广汉，即今天射洪市东南的柳树镇。第2路驻守资中，即今天的资阳市。第3路则由侯丹率领，绕过岑彭的江州守军，去驻守黄石，即今天重庆市涪陵区的珍稀镇，目的是阻止吴汉前来支援。岑彭得知后，让臧公率领5万主力继续驻守垫江，牵制敌军，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江州。
然而他却既不攻打江州，也不前往成都，而是顺江直下，去攻打驻守在黄石的侯丹，以扫清长江的障碍。到达黄石后，他就向侯丹发起攻击，侯丹战败而逃，长江的封锁便得以解除。随后他扬帆而上，仍然不打江州，而是日夜兼程，急行了2000余里，去攻打舞阳，即今天彭山区的舞阳乡。攻下了舞阳后，他将大军驻扎在彭王，即今天彭山区的江口镇。然后派遣精锐骑兵去攻打广都，即今天成都市的双流区，这里距离成都只有数十里之地。其实岑彭到达彭王后，就感觉这个地名不太吉利，想换个地方驻扎，但因为天色已晚，就没有更换。此时的公孙述也非常紧张，在无法应对的情况下，他又想起了之前刺杀来西的效果，于是他再次派出刺客，假扮成公孙述逃亡的奴才，去投奔岑彭。夜晚，刺客摸进了岑彭的军帐，刺杀了岑彭。大军失去主将后，只能退回江州。当刘秀得知又一员大将被公孙述刺杀后，异常的震怒，他命令吴汉立即率领大军从夷陵出发，去接管岑彭的大军。此时在垫江的臧公5万大军已粮草告急，他在犹豫要不要也将大军撤回江州。可他担心的是，一旦撤军，军心会不稳，也许还会造成大量的士兵逃跑。最后他下定决心不撤军，而是要前往广汉城去攻城抢粮。他将大军分为3路，让步兵走东岸，骑兵走西岸，水军走涪江。为了壮大声势，他让大军沿着涪江两岸插满旗帜，所过之处战旗翻滚。之后大军便来到了广汉城下。驻守广汉城的将领是严岑，他登高远望，见到处都是汉军的旗帜，不由得惶恐不安。此时臧公已开始下令攻城，严岑的守军不知道汉军到底有多少人马，顿时就士气全无，伤亡了1万余人之后便开城投降了。结果投降的大军竟然有10万之众，而严岑本人则逃回了成都。拿下广汉城之后，臧公并没有去追击严岑，而是前往阳乡去攻打王元。然而当汉军抵达阳乡后，还没开始攻城，王元就举城投降了。这时刘秀再次派人来劝降公孙述。公孙述的很多将领也建议公孙述投降，可公孙述却坚定地说，哪里有投降的皇帝，坚决不降。再来看吴汉大军，他们从夷陵出发，不到1个月就抵达了于福津，即今天四川省乐山市北。在这里，他率部与魏克和公孙勇展开激战，大破蜀军。然后他一路北上，攻下了舞阳。随后他继续北上，在广都城大败了蜀将史兴，顺利地拿下了广都，兵锋直逼成都。这时蜀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地开始逃亡。公孙述连忙派人去截杀逃跑的士兵，并且将他们的家眷也悉数处死，可还是阻挡不了大量的士兵逃跑。不久，江州城也被冯俊攻破，田荣被活捉，成都则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这时刘秀派人给吴汉送来书信，告诫他，成都城还有公孙述的10万精兵，切不可轻视，你只管坚守广都，等待着公孙述派兵来攻，你千万别跟他决战。如果他们不敢来，你就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逼迫他出兵，必须要等到他们精疲力尽之时，方可发起总攻。然而吴汉就跟上次攻打西县一样，再次不听刘秀的建议。他认为只要他兵临城下，公孙述就必然会出战，到时候便可将其一举歼灭。于是他让刘尚率领1万人在南岸待命，他自己则率领2万大军渡过锦江，在北岸安营扎寨，大修浮桥。当刘秀得知他的部署后，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写信大骂吴汉。他告诉吴汉，你率军深入敌境就算了，还和刘尚相距20余里，这样的距离，只要公孙述派兵牵制你，然后去攻打刘尚，你们俩根本就无法互相驰援。趁现在公孙述还没看出破绽，你赶紧撤退。然而不幸的是，公孙述已经看出了他的破绽，但他不是去攻打刘尚，而是派兵牵制住刘尚，命令谢峰和袁吉率领10万大军前来攻打吴汉。吴汉大军整整拼杀了1天后才退回营地，谢峰则顺势包围了吴汉的大营。此时吴汉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
只能想办法突围，与刘尚会师。为了迷惑谢峰，他派人到处点火烧水，军营里炊烟袅袅。第3天夜里，吴汉命人悄悄地打开营门，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到了锦江南岸，顺利地与刘尚会师了。谢峰这才发现大意了，立即率军追击。两军再次展开激战，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结果在战斗中，谢峰和袁吉双双被斩杀，蜀军战败。吴汉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听从了刘秀的建议，让刘尚驻守在锦江南岸，他自己则撤回广都，等待着公孙述来战。随后，他给刘秀上书谢罪，刘秀则夸赞他撤得及时，并且告诉他，公孙述绝不敢绕过刘尚，直接来攻击你。这次你和刘尚的距离并不远，只要公孙述来攻打刘尚，你就赶过去支援，你以急兵之势破他疲兵之战，是绝对可以取胜的。果然，公孙述屡屡派兵来攻打刘尚，吴汉则及时地赶去支援，8战8胜，公孙述再也不敢出战了。随后，吴汉步步为营，来到了成都城外。这时，臧公搞定了王元后，也率军来到了成都。公孙述见汉军越打越多，甚是焦虑。严岑便给他献计，建议他散尽金钱，招募一批死士，与汉军来一次决战。公孙述听从了他的建议，招募了5000名死士，交给了严岑。严岑用臧公打败他的战术，派人在成都城插满战旗，然后派出大军去攻击吴汉。他自己则率领着5000死士，偷偷地来到了吴汉军营的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吴汉军没想到会被偷袭，营中立即大乱，吴汉本人也摔下马背，幸亏他牢牢地抓住了马尾，被马拖着才跑出了险境。重整兵马后，吴汉发现大军只剩下了7天的军粮，无法继续坚守，只能暂时撤军了。就在这时，张堪的到来改变了吴汉的计划。刘秀让张堪率领着7000名骑兵赶来支援吴汉，然而走到半路，又追认他为蜀郡太守。可此时蜀郡还在公孙述的手里，吴汉要是撤走了，那他这个蜀郡太守不就成为一纸空文了吗？于是他极力地劝阻吴汉不要撤军，并且告诉他，你只要故意示弱，公孙述就必然会出城追击，只要他走出成都城，则必败无疑。最后吴汉听取了他的建议，率军来到了成都城北面的咸阳门。公孙述见汉军再次兵临城下，他先是找人算了一卦，卜卦的内容是如死城下，是个吉卦。于是他派严岑率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臧公，战况非常的顺利，臧公3战3败。随后公孙述亲率主力出城来攻击吴汉，吴汉命令高武等人率领数万精锐前去迎战。战斗中，高武发现了公孙述，便策马狂奔向他跑去，然后迅速地用长矛刺向了公孙述的胸膛，公孙述即刻滚下了马背。幸亏他手下的将士们拼死相救，才被带回了成都城。到了半夜，公孙述因为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临死前，他将兵权交给了严岑，严岑见大势已去，思考再三后，决定开城投降。公元36年11月18，吴汉率军进入了成都城。然而3天后，他却发出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屠城。随即公孙述的家人及其族人通通被杀，举城投降的严岑也被斩杀，公孙述的宫殿也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了废墟。消息传回洛阳，刘秀暴跳如雷，痛骂吴汉和刘尚。至此，巴蜀之地被彻底平定，刘秀除了西域和卢方之外，基本恢复到了西汉末年的疆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刘秀的知名度为什么不高？他平定了陇右和巴蜀之后，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处理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阴丽华被立为皇后及刘秀驾崩。从新莽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了将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天下的百姓战死、病死以及饿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平定天下之时，天下人口时有2存。所以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达到恢复和发展，刘秀平定了陇右和巴蜀后，便不再发动大规模战争。那么天下太平之后，跟随刘秀南征北战的那些功臣们该如何安排呢？公元36年，吴汉平定巴蜀凯旋而归后，
刘秀就设宴犒赏将士，并大封功臣。此次受封者多达365人，其中邓禹被封为高密侯，实邑达到4个县，其他的功臣们也都获得了大量的封赏。这时有人提议，以往分封诸侯，实邑最大的也不超过100里，可陛下却给功臣们封了3、4个县，这会造成弱干强支的局面啊。然而刘秀却反驳说，自古以来都是因为无道才亡国的，哪会因为给功臣们封的地太多而亡国的呢？同年，他又罢免了左右将军，并提出偃干戈、修文德、去甲兵、敦儒学的政策。这下邓禹首先明白了刘秀的意图，于是他联合了其他几位大臣给刘秀上书，请求罢官回乡研究儒学。刘秀立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且下诏，所有被封侯的大臣一律不得在朝中任职。于是耿弇等将领也都交出了兵权，主动退出了官场。就这样，刘秀给功臣们大量的赏赐，让他们回家安享晚年，顺利地解决了功臣的问题。之后，刘秀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生产，到他统治的后期，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多万，增长了1倍之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光武中兴。接下来，他就要解决皇后和接班人的问题了。公元23年，昆阳之战后不久，刘秀就实现了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愿望。这一年，阴丽华19岁，刘秀29岁。相处了3个月后，刘玄就派他北渡黄河，去平定河北。在此期间，他为了拉拢真定王刘阳，便迎娶了刘阳的外甥女郭圣通。之后，他便迅速地平定了河北。公元25年8月，刘秀在郜城称帝，同年10月定都洛阳。随后，他便让人将阴丽华接来洛阳，准备立她为皇后，然而却被阴丽华严词拒绝了。他告诉刘秀，郭圣通与你有困厄之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为你生下了儿子，所以你应该立他才对。就这样，刘秀将郭圣通立为皇后，郭圣通的儿子刘强被立为太子，阴丽华则被封为贵人。之后的数年间，郭圣通又陆续地生下了刘辅、刘康、刘延、刘焉4位皇子，以及刘弘夫公主。阴丽华也生下了刘阳、刘苍、刘京、刘恒、刘京5位皇子，以及刘忠礼公主。然而，从公元33年开始，郭圣通就彻底被疏远了。失宠之后的他也变得牢骚满腹。刘秀觉得他心怀怨恨，自己死后定不会善待阴丽华母子，于是便有了废后的想法。过了7、8年，直到公元41年，刘秀才下诏废掉做了15年皇后的郭圣通，将阴丽华立为了皇后。为了弥补郭圣通，他将刘辅封为中山王，将郭圣通封为中山王太后，同时将郭圣通的弟弟郭况封为节侯，堂兄郭敬封为新戚侯，郭匡封为发干侯，郭姓的外戚女婿陈茂封为南侯。就这样，虽然皇后被废，家族却一门4侯，不降反升。其他人安抚好了，可是郭圣通被废后，儿子刘强仍然是太子，这有点不合理智。刘强数次上书请辞太子，但刘秀一直没有同意。2年后，刘强采纳了老师智运的建议，再次请辞太子，刘秀终于同意了。他将做了19年太子之位的刘强改封为东海王，阴丽华的儿子刘阳被立为了太子，并给他改名为刘庄。公元52年，郭圣通病逝，享年46岁，被安葬于邙山。公元56年正月，刘秀读《河图会昌符》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句话：赤刘之久，会命代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刘邦建立的汉朝崇尚赤色，代宗是泰山的别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刘邦的第9代后裔应该去泰山封禅，而刘秀恰好就是刘邦的9世孙。于是正月28， 61岁的刘秀率领着诸侯王以及大臣们从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其实2年前他东巡的时候路过泰山，大臣们就纷纷进言，表示以他的功绩是足以进行封禅的。然而刘秀却说，即位30年，百姓怨气满腹，无谁欺天乎，所以没有同意。这次在封禅之前，他要先去拜祭孔子。于是2月初9，他们到达了山东曲阜，在孔子的故居进行祭拜，并给孔氏的后裔赏赐了酒肉。
2月11日，他们从曲阜出发前往泰山，12日到达泰山的南侧，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疗祭仪式。随后，他们便开始登山。抵达山顶时，恰好是午后。刘秀换上隆重的封禅礼服，登上峰坛。之后，他命人将刻着700字禅文的封禅碑立于坛上，举行了封禅仪式。至此，刘秀是继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后第3位在泰山封禅的帝王。随后，他们便返回了洛阳。第2年，即公元57年2月初5，光武帝刘秀在南宫前殿驾崩，享年62岁。他留下遗诏，要求后世都按汉文帝的规定办，务必节俭，刺史以及2000担的长吏都不准离开自己的城邑前来奔丧，也不准派官员或者通过驿站邮寄的方式前来吊唁。随后，他被葬于园陵，即今天河南省弄金区白鹤镇的铁榭村。园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蓊蔚肃穆。同年3月，刘庄继位，即汉明帝。纵观刘秀的一生，他是一位雄才大略、堪称完美的帝王。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完美，导致文学及影视作品都很少提及他，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就不太多。李世民评价他拨乱反正之主，皆年逾40，为光武帝，年33。薛居正对他的评价是：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为光武一人而已矣。伟人评价他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通过往期的视频，你对他的印象有所改变吗？请在评论区留言。班超是如何仅凭36个人就平定西域的？刘庄驾崩后，对西域的战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班超36人平西域及刘庄驾崩。公元57年，刘秀驾崩，30岁的太子刘庄继位，他为正科察，严禁外戚干政，同时还解决了积患已久的黄河水患，使社会安定，生产力大增。公元73年，他派窦固率领大军去攻打北匈奴，班超也以假司马的身份随军出征。班超是扶风平陵人，即今天的陕西咸阳人。他的父亲班彪之前做过县令，后来因病免官，开始从事史学著述。班彪有3个孩子，长子班固、幼子班超以及女儿班昭。班固受他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史籍比较感兴趣。16岁那年，他进入了洛阳的太学学习。之后，由于班彪去世，一家人的生计难以维系，他只好从洛阳返回了平陵老家。公元62年，30岁的他开始撰写《汉书》，然而却被人告发，关进了牢房，罪名是私修国史。班超得知后，只身一人前往洛阳替哥哥申冤。汉明帝刘庄得知后，阅读了班固的书稿，被他的才华所打动，立即下令释放班固，并拜他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订皇家的书籍。至此，班固终于在洛阳有了落脚之处，将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也一起带到了洛阳。有一次，刘庄想起了为哥哥申冤的班超，觉得他非常有勇气，也很有辩才，于是就将班超也拜为兰台令史。然而没过多久，班超却因为工作的过失而被免职。免职后的他结识了窦固，于是窦固便带着他一起出征北匈奴。他们率军来到了西域，随后便开始进攻伊吾，即今天的新疆哈密西，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蒲类海即今天新疆的巴里坤湖。在此期间，班超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深得窦固的赏识，于是窦固就派他和郭循出使西域。此时的西域诸国，自从王莽篡汉后，就彻底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管辖，投靠了北匈奴。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和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4郡等地，使边塞的百姓苦不堪言。所以他们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考察西域的情况，找机会说服西域诸国再次回归汉朝。随后，班超和郭循等36人的使团顺利地来到了西域的鄯善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礼遇有加，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然而没过多久，鄯善王就突然变得冷淡了起来。班超敏锐地意识到，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他召来鄯善国负责接待他们的使者，诈唬他说：“我已经知道北匈奴使者到来的情况了，你就告诉我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使者在仓促间一时无法应对，只好如实作答。
随后，班超就将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消息泄露。接着，他就召集部下们过来喝酒。喝到酒醉的时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北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鄯善王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绑了送给匈奴人。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众人听后都很惊愕，顿时都没了主意，齐声说道：“一切听你安排。”于是班超便告诉众人：“不如我们趁夜进攻北匈奴的使者，将他们通通干掉。”众人一致表示同意，但是不是应该和郭循商量一下？班超却说：“郭循是个文官，他知道后一定会非常害怕，弄不好就会暴露我们的计划，所以就不必告诉他了吧。”到了夜晚，天上刮起了大风。班超安排20余人埋伏在北匈奴驻地的两侧，剩下的10个人拿着战鼓，埋藏在驻地的后方。给他们的任务是，只要看见火势就猛敲战鼓，并且大声的呐喊。随即他顺风点火，火焰瞬间就冲进了北匈奴使者的驻地。驻地后面的10个人看见火势后，战鼓雷动，喊杀声四起。北匈奴的使者在睡梦中被惊醒，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能到处逃窜。班超则率众杀敌，亲手斩杀了3人，部下也斩杀了30多人，其余的则全都葬身于火海了。战斗结束后，他们返回驻地。郭循得知了他们的行动后，起先是害怕，紧接着便是嫉妒。班超看出了他的心思，连忙告诉他：“你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功劳不会少了你的。”郭循这才露出了喜色。第二天清晨，班超邀请鄯善王前来参观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看过后大惊失色，立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将自己的王子送到洛阳去当人质。随后，班超便率领众人从鄯善国返回了窦固的军营。窦固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给刘庄上书，建议让班超继续出使西域。刘庄也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任命他为军司马，正式代表朝廷去说服西域归汉。临行前，窦固要给班超再增调些人马，但被班超拒绝。他说：“我只要上次的36个人就足够了，现在情况不明，一旦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是累赘。”于是班超等36人再次向西域进发。不久后，他们就到达了于田国，即今天的新疆和田市。此时的于田王刚刚攻破了莎车国，成为了西域南道上的强国。北匈奴也派遣使者驻扎在于田，掌握着于田国的大权。所以班超到达后，于田王对他的态度颇为冷淡。之后，巫师告诉于田王，现在天神已经发怒了，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汉使那匹黑嘴黄毛的好马献祭给天神。于是于田王就派宰相前来向班超讨要那匹宝马。班超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巫师亲自过来把马牵走。没多久，巫师过来准备牵马，然而他刚想走，班超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还把于田的宰相痛打了数百皮鞭才放走。于田王这才慌了，当即下令斩杀了北匈奴的使者，表示愿意归附汉朝。西域诸国闻听后也纷纷答应归附汉朝，将自己的王子送往洛阳去当人质。至此，西域与汉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终于得以恢复。可西域诸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以龟兹为首的诸多小国依然顽固不化。他们不但不愿意归附汉朝，还倚仗着匈奴的势力派兵去攻打疏勒国。杀死了疏勒王之后，派了一个名叫兜提的龟兹人去做疏勒的国王，驻扎在盘陀城。公元74年，班超等人从小道前往疏勒国，在距离盘陀城90里的地方派田律去招降兜提。他告诉田律，兜提并不是疏勒人，所以疏勒国的士兵一定不会为他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你就直接将他给我绑来。于是田律只身一人前往盘陀城去劝降兜提。兜提见田律只身而来，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投降更是无稽之谈。田律见劝降无望，突然之间上前劫持了兜提。兜提压根就想不到，田律只身一人竟然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劫持自己。兜提被劫持后，疏勒国的士兵果然不出班超所料，并没有拼死相救。于是田律便带着兜提快马加鞭回到了班超的驻地。随后班超便来到了盘陀城，将疏勒国的文武官员全都召集过来，
宣布将之前被龟兹国杀掉的疏勒王的侄子立为国王。疏勒人非常高兴。新的疏勒王建议斩杀兜提，但班超却说杀了他也无济于事，应该让龟兹国感知我大汉的恩威。于是便释放了兜提，疏勒国便归附了汉朝。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驾崩，享年48岁。死后，他被葬于显节陵，即今天河南省偃师区寇店镇的李家村西南。之后，他19岁的儿子刘达继位，即汉章帝。在此期间，燕齐国趁汉朝大丧之际，围攻了西域都护的陈穆，并将其杀害。龟兹和姑墨等国见状，也屡屡发兵去攻打疏勒国。于是，班超只能在盘陀城据守，与疏勒王互为犄角，艰难地应对着各国的攻击。就这样，他们竟然坚持了1年多。公元76年，刘达认为西域都护已死，只剩下班超独处边陲，恐难以支撑，于是便下诏让班超返回洛阳，准备放弃西域。班超接到诏书后，虽然无奈，但也只能奉旨而返。当疏勒国得知班超要走的消息后，举国上下尤为惊恐。都尉李严表示，班超一旦离开，疏勒国必定再次被龟兹所灭，他实在不忍看到，随即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痛苦地离开疏勒国，率众前往洛阳。当走到于天国的时候，于天王及其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室，就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离我们而去啊！”很多人甚至抱住了班超的马腿，苦苦地挽留。这让班超的内心备受煎熬。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讲，他也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圣旨难违啊。经过许久的内心挣扎后，班超竟然选择了抗旨，决定继续留在西域，率众又返回了疏勒国。那么，班超接下来还会经历哪些困难？西域能否被平定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上期讲到，西域都护被杀后，汉章帝刘达下诏让班超也返回洛阳。班超遵照旨意从疏勒出发，可当他走到于田的时候，于天王及其百姓苦苦哀求，班超思虑再三之下，竟然选择抗旨不遵，再次返回了疏勒。那么，班超的这个决定会对西域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班超平定西域的过程及该英出使罗马。公元76年，班超离开疏勒走到于田，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疏勒的2座城池就归降了龟兹，并且与芋头联合起来，意图叛乱。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班超竟然回来了。很快，班超就将反叛的首领逮捕，接着打败了芋头国，斩杀了600多人，疏勒国再次安定了下来。公元78年，班超从西域各国征召了1万多人，攻破姑墨，斩杀了700多人，龟兹彻底被孤立了。公元80年，班超给汉章帝上书，提出了平定西域的战略主张。他表示，现在居弥、莎车、疏勒等国都愿意归顺汉朝，只有燕齐和龟兹2国不肯归附。其实，莎车和疏勒2国的田地肥广，草茂处繁，朝廷只要在这里驻军，粮食就可以自给自足，不会耗费朝廷的财力和物力。只求朝廷能给臣正式任命，臣愿意誓死平定西域。万一要是成功了，臣也死而无憾了。刘达收到班超的奏章后非常满意，立即任命徐干为代理司马，率领1000人前去增援班超。然而，莎车这个墙头草认为没有汉朝支持，班超是斗不过龟兹的，于是便投降了龟兹。随后，疏勒的新都尉藩臣也跟着反叛了。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汉朝派徐干带着1000人马已经赶到了。随后，徐干和班超合兵攻击藩臣，藩臣则兵败后被杀，疏勒的叛乱再次被平息。接着，班超便准备进军龟兹。为了增加胜算，他给刘达上书，请求以朝廷的名义派使者去招抚乌孙，希望能得到乌孙的支援。刘达立即派李毅出使乌孙，可当李毅走到于田的时候，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被吓得不敢前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给刘达上书说，平定西域是劳而无功的行为，更何况西域的情况并不像班超所说的那么乐观。他在西域拥抱着爱妻，疼爱着幼子，因为享受安乐才不想返回洛阳的。班超听到这个消息后悲叹不已，只能痛苦地决定让妻子离开自己。很
很快，刘达就收到了李毅的奏书，看过之后，他立即下诏痛骂李毅，让他少啰嗦，立即去找班超报道，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听班超调遣，至于你是留在西域还是返回洛阳，也由班超决定。这下李毅彻底傻眼了，只能忐忑不安地来见班超，班超也没为难他，只是让他带着乌孙的王子返回洛阳去吧。李毅走后，徐干问班超，李毅如此毁谤你，你怎么不按照陛下的旨意把他留下来呢？班超说，我如果只是为了泄私愤图快意把他留下来折磨他，那我还算是忠臣吗？公元84年，刘达又任命何公为代理司马，率领800人去增援班超。接下来，班超便准备征调疏勒和于田的兵马进攻莎车。莎车王听闻后，立即派人用重礼去贿赂疏勒王和康居王。结果疏勒王叛乱，占据了乌吉城。班超立即又新立了一个疏勒王，调集兵力准备进攻乌吉城。然而正在这时，康居国却派出精兵去帮助老的疏勒王，致使班超久攻不下。当时大越之人已经建立了贵霜帝国，并与康居和亲，于是班超便派人给越之王送上厚礼，让他去劝说康居王罢兵。康居王给越之王面子，不仅答应撤军，还把老疏勒王也给带走了，于是乌鸡城被收复。随后越之王派遣使者给班超送来厚礼，表示想迎娶汉朝的公主为妻，两国和亲。然而却被班超给拒绝了，从此越之王就对班超怀恨在心。康居王得知班超竟然不给越之王面子，于是再次站在了班超的对立面，给老疏勒王借了一些兵马，让他据守损中，与龟兹达成密谋，然后派人向班超诈降。可他的这点伎俩被班超一眼就给看穿了，于是班超将计就计，答应了他投降。老疏勒王大喜，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为他举办了盛大的酒宴，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班超突然下令斩杀了老疏勒王，他的部众也被击败。公元87年，班超征调于田等蜀国的士兵2万多人，准备再次攻打莎车。龟兹王得知后，立即联合了温宿以及姑墨和芋头等国，合兵5万来救援莎车。得知消息后，班超召集将领们前来商议。他说，现在的情况是敌强我弱，一旦开战，我们的胜算不大，不如都各自散去吧。于田的将士们向东撤回，剩下的跟着我往西撤。到了夜半时分，大家听到鼓声后便各自出发。随后他又安排人故意放松对龟兹国俘虏的看管，让他们也各自逃散吧。俘虏们逃回去之后，立即将班超的安排告诉了龟兹王。龟兹王大喜，决定派温宿王率领8000人去东边阻击于田王，他自己则亲率1万骑兵在西边截杀班超。然而到了鸡鸣时分，班超却命令所有大军立即出发，兵锋直指莎车王的大本营。原来班超跟他们玩的是调虎离山之计。龟兹王还是不够了解班超，当年他带着36个人都敢斩杀匈奴使者，逼着国王投降，现在他有2万人，怎么可能逃跑呢？他更没想到的是，班超不但不会逃跑，还准备主动出击去攻打他的大本营。然而他的大本营根本就没有设防。面对班超的2万大军，大本营的将士们只能逃亡，班超则率军追击，不但斩杀了5000多人，还缴获了大量的马匹、辎重以及财物。龟兹王这才发现上当了，可此时没有了粮草辎重，也只能率众而返了。莎车王没了靠山，也只好投降。此战过后，班超再次威震西域。公元88年，汉章帝刘达驾崩，享年33岁。他死后被葬于晋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寇店镇郭家岭村西南。随后，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位，即汉和帝。公元90年，大月支的父王率兵7万越过葱岭来攻打班超。面对远超于自己几倍的兵力，班超的将士们异常的惶恐。然而班超却说，越支的兵力虽然多，但他们是跋涉千里，翻越葱岭而来，他们的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只要我们收好粮食，坚守不出，用不了几10天，他们就会因为缺粮而撤退。因此面对大月支的数次进攻，班超都是据城而守，就是不出城跟他们交战。
他们想抢掠粮草，却发现粮草都在城里，攻不下城池就抢不到粮草。时间拖得越久，月支的7万大军就越是进退两难。过了一段时日，班超觉得他们的粮草应该差不多要耗尽了。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派人向龟兹求救。于是，班超派出几百名士兵提前埋伏在半路。果然，月支的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前往龟兹求援。走到半路，班超的伏兵从路边跃出，斩杀了使者后，还将首级送给月支的父王。这下，月支的父王才意识到他遇到猛人了。7万大军如果再不撤退，恐怕要全军覆没了。于是，他只好派出使者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也不和他计较，让他们放心的走吧。从此，月支再也不敢出兵西域，每年都向汉王朝进贡。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也投降了。刘肇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驻扎在龟兹国的他前城。此时，西域就只剩了燕齐、威薛和玉离3国。他们之所以不投降，是因为之前他们杀害过西域都护陈穆，心怀恐惧而不敢投降。公元94年，班超征调了龟兹和鄯善等8个属国的7万人，向3国发起进攻，3国被迫投降。至此，西域的50多个国家全部归附汉朝。汉和帝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封他为定远侯，10亿千户，而西域诸国更是称班超为西域的万王之王。至此，放眼整个西域，再也没有了班超的对手。接着，他便把目光放在了西方的罗马帝国。公元97年，他派甘英出使罗马，准备与罗马帝国建立联系。甘英率领使团从龟兹出发，他沿着之前张骞走过的路线，翻越葱岭，进入了大渊，然后从月支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来到了安息帝国，再经过阿蛮、斯宾、于罗等地，到达了地中海沿岸。然而，当他们走到这里时，因为受到了安息帝国的阻挠，没有能够渡海到达罗马帝国。迫不得已，甘英只能向北而行，然后再转向东，走了60多天，去到目录和吐火罗，最终又返回了西域。此次出使虽然没有到达罗马，但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从此之后，丝绸之路将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进一步加强了中原王朝与中亚和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联系。甘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到达地中海的中国人。公元102年，安息帝国要派遣使者给汉朝进献鸵鸟和狮子，班超便派遣儿子班勇跟随前往洛阳。公元100年，年老的班超思念故土，上书汉和帝，请求返回洛阳。妹妹班昭也上书给二哥求情，于是汉和帝下诏同意班超回朝。公元102年8月，在西域坚守了31年的班超终于回到了洛阳，汉和帝任命他为摄生校尉。同年9月，班超在洛阳病逝，享年71岁。至此，班超结束了他光辉灿烂的传奇人生。他为大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功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窦宪是如何将北匈奴彻底赶出亚洲的？匈奴人最后又是如何消失的呢？前2期我们讲了班超平定西域的过程，那么他的哥哥和妹妹又是如何写成汉书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去哪了及班固写成汉书。公元89年，汉军兵分3路征伐北匈奴。第一路，窦宪和耿炳各自率领4000骑兵，与南匈奴的左路离王率领的万余骑兵会合后，从朔方郡的基鲁塞出兵。基鲁塞位于今天内蒙古邓口县西北的哈萨格峡谷口。第二路，由南匈奴单于率领万余骑兵从满夷谷出兵。满夷谷在今天内蒙古固阳县境内。第三路，由邓弘率领着归附汉朝的羌胡8000骑，以及南匈奴左贤王率领的万余骑，从固阳塞出兵。固阳塞也在固阳县境内。3路大军的会师地点是卓耶山。卓耶山即今天蒙古国的额德伦金山，位于蒙古国的西部，阿尔泰山的东脉。在大军到达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下此战的主将窦宪。窦宪是窦太后的哥哥。由于汉和帝刘肇只有10岁，所以朝政由窦太后把持，窦宪便受到了重用。
他本来就是个飞扬跋扈的人，连沁水公主的田地都敢强买强卖，得势后更是满朝文武没人敢得罪他。就在这时，都乡后刘畅却让他产生了忌惮。刘畅是在吊唁汉章帝刘达的时候被窦太后看上的，从此两人便经常在后宫私会。有了窦太后的恩宠，刘畅便逐渐在朝堂上崭露头角，这让窦宪非常的担忧。他担心妹妹过于宠溺刘畅而忽略了自己，于是就派人刺杀了刘畅。得知自己的情人被杀，窦太后大怒，立即让窦宪去追查凶手。窦宪怎么可能自己查自己呢？于是将罪责都栽赃给了刘畅的弟弟刘刚。然而由于大臣们的掺和，使窦宪的阴谋败露，窦太后非常愤怒，立即将窦宪囚禁于内宫之中。正在这时，已经归附了汉朝的南匈奴请求朝廷出兵，共同讨伐北匈奴。窦宪得知后，主动请求出兵，准备将功赎罪。于是窦太后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时58岁的班固正辞官守孝在家，他得知消息后也准备建功立业，于是便投附窦宪。窦宪任命他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汉朝3路大军原本的会师地点是卓爷山，可当他们走到基洛山，即今天蒙古国的阿尔察伯克多山的时候，耿炳的弟弟耿奎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北匈奴单于的大军。此时耿奎率领的是南匈奴的万余骑兵，于是他率军发起攻击，北匈奴则被打得措手不及，大败而逃。随后其他几路大军也陆续赶到，经过商议后，窦宪下令继续追击北匈奴。他们一路狂追，一直追到了思曲北堤海，即今天蒙古国巴彦洪格尔城西南的本察干湖。在这里，他们竟然找到了北匈奴的驻地，汉军的数万大军立即发起攻击。北匈奴单于见状，立即率军逃走，来不及逃跑的士兵则被斩杀了13000多人，缴获的家畜有上百万头，俘虏更是连绵无际。清点后发现竟然有20余万人。没想到洛阳城里的混世魔王窦宪竟然立了如此大的功勋。接着窦宪派人继续追击北匈奴单于。不久后，他们就在西海，即今天蒙古国科布多城的哈喇湖，找到了北匈奴单于，劝他投降。单于见无处可逃，便答应与汉朝修好，跟随窦宪的大军到洛阳城去朝见汉朝皇帝。于是窦宪下令撤军，准备返回洛阳。走到燕然山，即今天蒙古国杭爱山的时候，窦宪和耿奎率众登山。他要仿照当年霍去病的封狼居胥，登山告天，宣扬大汉的气魄。他命人在燕然山上立下石碑，让班固在上面刻字，记载此战的丰功伟绩。于是班固纵横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朔王师西，征荒邑，剿凶越西，解海外。炫其渺兮，艮地界，封神丘兮，见龙可，西地载兮，镇万世。之后他们便率军返回洛阳，可当北匈奴的单于听说汉军已经入关后，立即就反悔了，派自己的弟弟跟随汉军前往洛阳，他自己则率军离开了。窦宪回到洛阳后，窦太后非常高兴，立即封他为大将军、武阳侯，10亿2万户。虽然加官进爵，让窦宪非常高兴，但北匈奴的单于忽悠了他，还是让他感到气愤。于是他让单于的弟弟回去告诉单于，让单于亲自来到洛阳朝见汉朝皇帝。然而单于的弟弟走后就没了消息。第2年，即公元90年，窦太后再次下诏，封窦宪为冠军侯。同年7月7日，窦宪再次出征，前往凉州，准备去擒拿北匈奴单于。单于得知后，连忙派出使者求情，说他早就想去洛阳了，可是山高水远的，一直拖着没有去成，现在他愿意投降，并亲自前往洛阳。10月，按照双方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窦宪派遣班固前往思曲北堤海去迎接单于。然而班固在这里空等了数天后，不见单于前来，只能率军而返。其实这次并不是北匈奴的单于毁约，而是南匈奴的单于听说北匈奴准备投降，而且汉朝给北匈奴的承诺是和南匈奴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他就接受不了了。于是他一面给朝廷上书表示不满，一面派兵去突袭北匈奴单于的驻地，准备将其截杀。北匈奴单于本来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人突袭，慌乱之中只好再次逃亡。事已至此，窦宪也来不及追究南匈奴单于了，只能改变战略，派耿奎率兵出居延塞，向金微山进军，追击北匈奴单于。金微山即今天蒙古国的阿尔泰山。在这里，耿奎找到了北匈奴单于的大军，两军展开激战，斩杀了匈奴5000余人，北匈奴单于继续逃亡。那么他们这次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史书并没有记载，只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里，他们就像消失了一样。北匈奴单于跑了，他的弟弟右路李王只好临危受命，自任单于率领着剩下的数千人在蒲类海附近放牧。公元119年，他们游荡到乌孙附近，朝廷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2次击败他们。之后，他们也逐渐的消失了。那么，匈奴人到底去了哪里呢？据后世考证，南匈奴以及留在西域的匈奴人逐渐融入了中原王朝，没有了单独的族群，而西迁的北匈奴人却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大约公元375年，匈奴人向黑海沿岸的东哥特人发起攻击，东哥特人不敌，与西哥特组成联军，结果还是战败了。于是哥特人只能被迫地渡过多瑙河，前往罗马帝国的北部。可罗马帝国的北部还生活着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他们也打不过匈奴人，只能逃到罗马帝国的境内。此后，匈奴人迎来了他们最伟大，也是最后一个单于阿提拉。公元452年，阿提拉率军席卷了西罗马帝国，教皇利奥一世被迫与阿提拉会面，并答应赔款和亲，因此阿提拉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可第2年，阿提拉就病逝了。随着他的逝世，他在欧洲建立的帝国也逐渐瓦解，匈奴人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匈奴人为何会消失呢？一方面，他们西迁后，中原的史书就不再记录他们了，而他们自己又没有文字，所以也没办法自己记录。另一方面，西方的历史不像中国古代的历史那么详细，所以也没有记录他们，因此他们就处于消失的状态。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匈牙利人的一部分是匈奴的后裔，土耳其人的一部分是突厥人的后裔。但其实，匈奴本就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草原上各个游牧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在西迁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与各种不同的民族产生融合，最后都融入了其他的民族，并没有统一的单种族遗留下来。说完匈奴，我们再回头来看窦宪的结局。他自从平定了匈奴之后，就仗着外戚的身份以及赫赫战功，变得更为骄纵，与窦氏子弟以及亲信为非作歹，专横跋扈。对于他们的犯法行为，主管官吏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举奏。跟随他出征的耿奎、郭黄、班固等人也都受到了重用。至此，朝廷政令皆出于窦氏，权势滔天，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公元92年，汉和帝刘肇14岁，他在中常侍郑重等人的支持下，准备除掉窦宪。6月23，得知窦宪准备从外地返回洛阳，刘肇亲临北宫，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窦宪。窦宪进城后，刘肇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将邓蝶和郭黄等窦宪的党羽悉数逮捕，然后下狱诛杀。随后，他派人收回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命令窦宪及其4个封侯的兄弟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等他们到了封地后，就收到了要求自裁的诏书，他们只好全部自刎而死。就这样，混世魔王窦宪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窦宪死后，由于班固与窦宪的关系密切，因此也受到了牵连。这时，一直与班固有积怨的洛阳令种京找到了机会，他立即罗织罪名诬告班固，致使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享年61岁。可是班固死了，他的《汉书》还没有写完，于是汉和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班昭接着续写《汉书》。就这样，班昭续写了《汉书》中的8表，班昭的弟子马旭补写了《天文志》，最终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24史之一。它记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到新莽帝皇4年，即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全书共80万字。
它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4史。它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中亚和西南亚诸国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